Hello，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那米娅今天来帮大家看一下你们下一段重要恋情的这个讯息哦。下一个超级宠爱你们的人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有关于第一组的朋友。那首先呢，先帮大家抽一下你们的这个验证牌卡，来看一下第一组朋友你们的讯息能量哦。好，正义牌。Page of Swords， Sunrise， 好第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其实是，我觉得在你们的这个待人处事上，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你们是属于那种蛮有自己原则的人，就是你们是属于有自己底线的人哦。你会知道说，在这个世界上，你有什么东西你是需要坚持的，然后有什么东西你会想要去避免的。那一旦是违背你底线的事，就算别人给你再多的金钱，你也不会去有所动摇。或者是说，在感情中，一旦踩到你的红线，一旦踩到你的底线，不论你多喜欢这个人，我觉得你们也会试图让自己放下。所以我觉得你们的个性是蛮坚韧的，虽然很多人看起来外表是柔柔的，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有柔中带刚，就是有着一些坚韧的能量，有着一些坚韧的一个特质在的。然后我觉得你们对于你们自己的人生方向其实也会蛮就是你们有些朋友你虽然可能还摸不清楚说你未来要怎么走，或者是说接下来的路途你可能有点迷茫，可是我觉得你们在这样子的一个摸索的过程中，你们是对于自己内在是有信心的，你们是愿意去尝试，愿意去往前，愿意去相信未来的。你看我们这边出现了一张 Sunrise 这个太阳牌哦，也就是说，我觉得不管你们过去经历了什么事情，你们心中有什么样子的变化，我都觉得你们内在的力量是很强大的，足以去应付生活中的那些变动。而且我觉得第一组朋友你们算是一个蛮乐观的人哦，就是你们可以从这个状态转移到另外一个状态当中呢，你可以透过时间去洗涤掉一些不好的东西，重新又对未来燃起了希望。就是你们当然也会有人生中低潮的时候，可是我觉得你们会自己去消化，自己去把它排解掉。有的时候呢，大家说时间可以治愈一切，可是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其实不是时间治愈了你们，而是你们在这段时间内所做的事情，所做的努力去治愈了你。所以我觉得过去你们可能经历了一些需要去断舍离，你看这边有宝剑，需要用宝剑去明辨是非，然后去把它切断的事情。可是我觉得最终你能够放下，你能够重新开始，我觉得你们能够对于吸取你能量的环境，或是这种吸血鬼，或是会拖累你的人，你是能够去断舍离，你们是能够去往前看，你是能够去放下一些怨怼的。我觉得你们对未来是充满希望，是充满期待的。好，这个是我看到第一组牌的朋友们，你们的这个能量哦，你们的验证牌是这样。然后呢，我要帮大家抽一下有关于对方的能量的一个部分哦。好，对方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呢？好，对方的一个状态，我们来看一下，对方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好 ，Nine of Swords。你们都有正义的能量，正义牌的能量。好 ，Five of Wands。我们先看一下这三张牌对方的一个能量。好，
我觉得你跟对方某一些原则、某一些理念、对事情的看法其实蛮一样的。你们这两边都有正义牌，就是我觉得对方也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哦。可是，在对方的这个原则中，他是能够去跟你去商量的，就是他会想要去跟你去达成一个共识。他的这个原则并不是不可变通的，而是我觉得他会把他心中的想法跟你说，然后试着去跟你达成一个共识。那我们这边呢，看到 Nine of Swords 这个宝剑九哦，我觉得对方宝剑九在这里，就是我觉得对方其实他心中是非常非常渴望爱情的，但是呢，他遇到你们之前呢，他好像内心有一些对于感情的不信任，有一些恐惧，就是我觉得他在过往的人生经验中，他是有一些创伤的，那这些创伤使得他可能有一段时间不大相信爱情，就是他会把爱情看得稍微比较悲观一点，然后他可能就是常常过往的这些经验会让他不再能够很轻易的去相信一个人，或是去爱一个人哦。但是呢，从这副牌中我也看见了，我觉得对方是一个蛮有魅力、蛮受欢迎的人。这边有 Five of Wands， 好。这个人我觉得他的这个社会地位，或者是说这些外在条件可能蛮不错的，是很多人想要去竞争他的。也就是说，这个人呢，如果我们不讲他内心的部分的话，光看他的外表，可能就觉得他是一个人生胜利组，他可能什么都把自己打理得很好，各方面外表工作学历都是蛮把自己弄得很好的。可是呢，这个人的内心并不像他的外表一样，我觉得他是一个有点闷骚的人，就是有的时候呢，他是一个没有办法很直接的去表达自己的情感的人，然后一旦陷入到这种比较忧郁的这种情绪的时候，他就会自己想很多，他是一个内心有小剧场的人。可是同时我也看见，我觉得这个人在感情中，他是能够去给出非常非常多甜蜜的东西的，他其实是愿意给你很多很多的爱的。好，因为我觉得你跟他其实有蛮多共同点，蛮多心灵相通的部分，这个人蛮愿意去给你他认为这个有价值的事情，就是说我觉得你们心中对于那个什么东西是你们人生中重要的，你们是有一个共同点，你们是能够去达成一个共识的。就是说有的人可能觉得对方要给我很多的经济上的保障，我才会觉得满足。那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如果他给我一个这种手做的东西，就是充满了心意。那不管是哪一种呢，我觉得你们两个在这一方面呢是有共识的。他愿意给出来的东西，也是你认为珍贵的一个东西。那这个人呢，虽然他在感情中他是有这种一点点不信任，或是说曾经有一些伤害，曾经有过被背叛的经历，所以他自己在这种，我觉得他在情绪上的波动也是蛮大的。可是同时我觉得这个也代表说他在感情中他是一个比较纯真的人哦。他并没有因为经历了这些伤害，或是说经历了一些不愉快的感情经验，就变成黑化。黑化就是说，好，那我今天被伤害了，我今天不愉快了，我就把这些不开心的东西积压在里面，然后改天我要去报复，我改天要去伤害人。我觉得这个人他并没有想要去伤害别人，他并不会黑化。所以呢，我觉得他比较多的是心中对于爱情的一个忧虑，就是他一方面很期待，他很想要有那种无条件的爱，两小无猜的爱，就是彼此很真很纯的那种爱情。可是因为过去的那些伤害又会影响到他对感情的一个信任度，感情的一个稳定度。可是我觉得你们这边你们这个太阳牌 Sunrise 这张牌，其实能够很好的去提升你们两个之间的连接，你们两个之间的能量哦。因为我觉得第一组的朋友，你们是一个非常非常真诚的人，那这个真诚的这种感情的流动，其实是可以去影响到对方的。每当想到他过往的一些
不舒服的感情经验，或者是说被伤害的事情的话，其实我觉得你们可以让他的情绪稳定下来，你们可以去让他觉得你们是可以信赖的。我觉得你们有给我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哦，对他来说，某一方面是在心灵层面，我觉得他是比较依赖你的，你是去治愈了他。好，我觉得你们就是彼此给出彼此的东西，刚好是对方所比较缺乏、比较缺席的。我觉得这个人他在世俗上所谓这些功名啊、条件啊、事业或是外表，他都是很好的，就是他都是能够给你很多安全感跟保障的。只是说他的内心哦，他是对于爱情真的是有一点点的恐惧，那这会使他呢重新再跟别人做新的连接的时候呢，他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去打开他自己。那刚好我觉得他碰到你们的能量是他的一个幸运，因为我觉得你们心中有这种小太阳，有这个阳光可以让他去放松开来，可以让他不要这么去紧闭他的一个内心哦。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哦，关于对方还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讯息呢？我们再来全面的了解一下哦。第一组你们面临的这个人，他是什么样子个性呢？ Temperance， 好 ，Seven of Pentacles， 很不错的牌哦。Two of Pentacles， 好，我觉得这个人呢，他真的是一个我觉得他个性是蛮稳定的啦，稳定就是说你们不用担心他会突然爆冲就是上一秒钟很开心，下一秒钟你不小心讲错话就给你摆脸色，或者是扭头就走。我觉得他的个性上是蛮稳定的，而且我觉得他是能够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上跟你去商量，跟你去讨论，然后找出一个共同知道的，就是你们两个要吃什么东西的话，他不会很强势的决定说我就是要去吃某一个餐厅，或是我的行程就是要怎么样，是不能变更的。我觉得这个人他是很喜欢跟别人去好像就是跟他的另外一半从中找到一个两个人都觉得舒服的那个姿态，这个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他没有一定想要去坚持他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理念，因为他会觉得两个人的步调一致对他来说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到2张金币牌，2张土的元素哦。这个人他绝对是一个在工作中非常认真的人哦，或者是说他不仅是在工作中，我觉得他在爱情中，在生活上，他都是一个认真型的人，他是会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前进，不断的推进的人。那我觉得他做事情他也算是一个稳扎稳打的人，然后他是一个想要去努力突破在他的工作上。然后大家看到这张牌，她是一个女生，手上拿着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购物袋哦。这个代表什么呢？我觉得她其实是蛮有赚钱能力，他的工作能力还不错，他是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去获取很多的金币的。同时呢，我觉得他是一个会工作也会玩的人，也就是说呢，你要他去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会犒赏自己的人，然后也会去对另外一半就是他对于另外一半的这个物质上也是蛮大方的。我觉得他是不会吝啬在给另外一半的物质条件上。然后我觉得他呢可能在工作上确实是有一点忙碌啦，因为感觉上他是需要去面对很多的人，就是他在工作上他需要去有可能他是这种怎么说呢？像是类似演讲，就是他的工作是需要去面对很多人的一个场合，或者是说需要去在不同的组织中他去协调的。有可能这个人他是一个领导者，或是这个人他是需要去跟不同的部门沟通的。那也有的人他就是也有的朋友，这个人他如果是独立创业的话，就是我感觉到他有要自己去接洽一些客户的一个能量，就是我觉得他在工作上的这个
活络度是蛮高的，他可能会遇见很多人，去需要跟很多不同的人去接触等等的。那基本上他是蛮沉静，也是蛮喜欢在他的工作上，然后他的状态是不断的在提升的。可能一开始你遇见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在比较初阶的角色，可是他绝对在他的工作上会慢慢的往上提升，可能成为一个小主管，可能成为一个领导者。然后我觉得他对于他自己也是有一个自信心跟上进心，他会想要一步一步变得更好。而且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蛮实际的人，他是一个会去认真工作来获取金钱的人，因为他觉得金钱是能够带给你们两个很大的一个生活品质的一个保证哦。我觉得他不会想，不管这个人是男生还是女生，就是我觉得他都不会想要在金钱上去完完全全的依靠另外一个人哦。就是如果这个人是女孩子的话，我觉得她也是一个有事业心的人，她也不是那种就是说我找一个人嫁了之后我就完全不工作的，我觉得她不是这样子的人。那如果今天呢听牌的是女孩子，然后今天我看到这个男生的能量，我觉得他绝对是在物质上可以给你一个满满的安全感的人。那他本身是一个喜欢工作的人，而且我觉得他有的时候会非常非常专注在他的这个工作上，他真的在工作上花蛮多的时间的。那这边呢，这个 Temperance 这张牌，我觉得这张牌真的蛮好的，就是其实你跟他在相处的时候，他会去观察，会去配合，就是有的人在感情中，他可能会有一个既定的印象，然后接下来的互动就会照那个既定的印象走。可是我觉得这个人他在感情中会是去调整的，他会去看你们两个人的互动，然后再去增增减减。我觉得你跟对方都不会在这段感情中觉得一方好像付出很多，然后一方只是给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互通有无的能量哦，并不会说是一个好像一方需要去很委屈，不是这样子的。你们两个的感情能量是非常非常的相配，而且我觉得两个人是可以去互相商量、互相沟通的。然后土元素又让你们的感情有一种让我觉得是非常稳定的连接，然后从这个稳定的连接开始去慢慢的进展推展的感觉。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来帮大家抽的这个牌就是对方啊遇见你的时候啊，他眼中的你是怎么样子的呢？对方是怎么来看待你这个人的呢？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牌掉出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哦。Cup of Water, Fatal of Hunters， 还有 The Hunt 这个打猎牌。好，我们看一下这3张野狼的牌讯息要告诉我们什么。好，我觉得这个人呢，他眼中的你哦，我觉得他眼中的你真的是很，就是他想要去一探究竟。一探究竟就是我觉得他觉得你们是一个他之前生命中没有遇过的一个惊喜哦。他其实看到你的时候，他会好想要多多了解你，而且不只是了解你的现在，他会了解你的过去，就是他还没有跟你相遇的那些时间点，你在哪里做了什么事情，你在哪一个学校啊，你在哪一个城市生活过，我觉得他都会想要去了解你的过往。我觉得他对你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兴趣，他会想要知道有关于你的好多好多的事情哦。对，他就是我觉得他是用一个，你看这个眼睛就是一个很纯真的，好像一个孩子一样的眼神，然后想要去看你，然后很就是看，我觉得他看到你一切都是一个很新的一个眼光哦，就是好像你是一个礼物一样，他迫不及待的要去打开，迫不及待的要去拆开，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里面有什么，然后想要去了解你、挖掘你、探索你哦。然后这边呢有出现一张就是比较
照顾能量的牌哦。这个照顾啊，这边有一种像是母性的照顾。那这一张牌在说什么？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会在生活细节上去照顾你的人，而且啊，我觉得这个照顾是这种有关于你的一些身体健康，或者是说工作上的一个建议。我觉得他蛮愿意去提供你支援、支持跟帮助。然后我觉得啊，他是一个会他是一个行动大于言语的人，就是他有的时候说的不是那么多，可是他实际上他会去做给你看，他不会说啊，如果你怎么说呢？他不会说啊，如果天冷了，就是叫你叮咛你多穿衣服。我觉得不是，他可能就是会直接买一件外套给你，让你就是让你可以去穿上。我觉得他不但会流于言语，他会直接用行动来做给你看。然后我觉得他其实也，他会很想要去保护你吧，可能是因为你们前面就是给人的感觉，你们有一点天真未经世事。但是我觉得这是他的眼中啦，可能你们并不是这样子的人，他就会很怕你，受到一些伤害或是被骗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他会希望他尽可能的可以去提供你一些帮助，或是一些他的想法。但是很有可能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是就是我觉得你们其实也是蛮通透的，很多事情你们有自己的定见跟想法，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在对方眼中，在另外一半眼中，他就觉得你们是需要保护、需要去照顾的，所以我觉得你们可能可以在他面前稍微松懈一下，稍微放松一下，稍微做一个孩子一样这样子的角色，好好的享受一下对方的照顾。然后这一张牌超级可爱的，大家有看到吗？就是有3只这个野狼，然后他们排成一列哦。这张牌它讲的是一个传统的秩序，这个是什么呢？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蛮具有家庭能量的人，就是他跟你相处，他跟你结合，他绝对是要往传统的这种家庭的这种方向去走，就是想要去结婚、组织家庭、有小孩等等的。然后我觉得他也是一个会去在意你的家人跟你跟他家人融合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哦，所以我觉得他呢会想要去带你见见他重要的家人啊、朋友啊，然后这个是他表达对你的爱的一个方式，因为他很希望你跟他的家人、你跟他的朋友，就是你跟双方彼此家人的这种家庭的能量是一个紧密的一个连结哦，然后他也希望他带给你的这种爱情是一个有安全感，是一个有稳定感的人。我觉得他会想要把你介绍给他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说重要的家人认识，就是他会让你去进入到他的生活圈，他不会说那种谈恋爱就是2个人，然后没有去就是隔绝起来。我觉得他会尽量把你带到他的这个生活圈中，让你去深入的了解他。同时，我觉得他也会想要去进入到你的生活圈中，因为他也蛮在意，你身边的人啊，是不是去喜欢他，就是是不是喜欢他，是不是可以去接受他。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对方眼中的你哦。你们相处的一个情形。好，这一张 anxiety patient 树洞 charity。 好，这边又出现了一张 temperance 这个平衡的牌哦，大家有看到吗？我觉得你跟他的能量真的是非常的和谐，就是我觉得他觉得你们是一个情绪很平稳，是一个可以去沟通的人，是一个他可以去能够跟你商量的人哦。就是有的人在感情中其实是不大能够商量的嘛，就是有的人可能你跟他讲了之后他会生气，或者是说你讲一些不中听的话，对方可能就会爆炸之类的。我觉得在他眼中的你不是哦，在他眼中的你是一个可以理性沟通的人哦。我觉得这个是他非常欣赏你的地方。我觉得你们的这个内在对他来说是蛮处理感情是蛮成熟的，可以跟对方用一个很舒服的方式来互动。然后我觉得
他眼中的你给人的感觉，如果你们听牌者是女生的话，对方对你的印象就是这种很温柔、很包容，然后各种事情都非常得体。那如果听牌者是男生的话，我觉得对方对你的印象就是你是一个很绅士的人，然后跟你相处起来是一个非常舒服的感觉，这种传统的这个绅士哦，好一个温柔的感觉。那我觉得他是蛮认可你的，就是你们的这种个性的能量啊，他会蛮欣赏、蛮喜欢的。好，因为我觉得在他之前过往的感情经验中，他可能就是在跟对方相处的。怎么说，在跟对方相处的那个氛围啊，我觉得他可能会觉得很累，常常有很多让他很心累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在你们这边不用，就是你跟他的能量是非常的顺畅的，连接起来是他可以去觉得让自己很开心的。然后这边大家有看到吗？这个树洞，这个洞穴这一张牌啊，树洞是这一张，这是洞穴，然后这张牌讲的是一个内在的焦虑哦。好，我觉得它其实能够去看到你内在一些小小的不安，虽然你们外表是有这个 sunrise 这些太阳牌，但是我觉得其实你们也是蛮怎么说呢？内在也是有一些自己的这种小情绪，以及有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要把自己关起来，就是不想要跟别人说太多话。就是你们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绪黑洞的时候，我觉得对方其实看得出来，就是你的表情不对的，你的语调不对了，他好像就知道你们心中有一些情绪在变化了。然后我觉得这个人他蛮想要给你一个很温馨的陪伴，就是我觉得他在日常生活中，他确实想要给你一个像是有关于家的温暖的感觉哦。他会希望让你的心可以稳定下来、沉静下来。我觉得他会去做一些实质上让你开心的事情。如果说你们现在担心的是金钱的话，我觉得对方会愿意把他就是现有的这个金钱，或是说财务状况跟你分享，并且他可能会把这个经济大权交给你，让你不要这么担心。那如果你现在担心的是这个其他方面，比如说他的家人会不会接受你等等，我觉得他也会去积极的协调沟通，就是我觉得他会去真正的想要去了解好你心中的这个洞是什么，他有没有办法去帮你从洞中走出来。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就是他知道感情中并不是只有甜的，要爱一个人这当中呢，除了甜蜜的记忆之外，他还必须去承担一些责任。可能就你们这边呢，他会觉得他有义务想要把你从这个洞中拉出来。其实其他人，我觉得一般人看到的应该都是你们太阳的部分、阳光的部分。可是这个人他真的有用心在看，去看到你们心中的那个黑洞。然后我们这边还出现了这个树洞这张牌 Charity 这张牌哦。好，树洞这张牌 Charity， 我觉得他会觉得你们是那一种好像朋友都会想要去跟你说心事的人，就是很多人愿意去跟你分享他心中的一些脆弱面。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对方的眼中你是有那样子的特质，好多人都想要跟你们讲话，就是而且他们相信你们不会把就是他告诉你的话就是对方眼中你是一个可以保守秘密的人，你不会把朋友告诉你的一些秘密啊，或是一些心里话，你再去散布出去，你不会。所以我觉得对于对方来说啊，你其实是在朋友圈中，或者说是在某一个社群组织团体中，你们是那一种蛮愿意去付出的人，很多人是非常信任你们的人，你们身上是有那种疗愈能量的人。很多朋友你们可能有就是在帮朋友排忧解难，或者说你们有在
做一些有关灵性方面的这种学习啊，然后也有用这个学习也有用来帮助身边的一些家人朋友等等的。因为我觉得对于对方来说，你们身上其实是有一个疗愈的能量在，这个疗愈感哦，他有的时候默默的看着你再去好像帮助你的朋友，或者是说其他的人，可能是网友或是一些陌生人，用你这些比较灵性的能量，或者是说比较这种能够去连接对方，能够去帮对方排忧解难，能够让人家放松下来的这个能量，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对方是蛮欣赏你的。好，他真的觉得你们是一个很棒的人，就是你们的特质是很愿意付出的，在各方面上你们都是蛮愿意去疗愈别人，付出很多你们的爱的。而且我觉得对方啊，他遇到你的时候，他其实不会想要再跟你去索取什么，反而他会希望他可以去给予你很多东西，就是我觉得他的这种给是一个很甜蜜的给，当你去接收越多，他其实就是越开心的，对，因为他觉得其实你们在生活各方各面已经蛮累的，要照顾好多人，要处理好多事情，所以他希望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两个在这段关系的时候，你可以尽量放松，让他去给你，让他去照顾你，让他去爱你，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实际的人，然后我觉得你们在恋爱推展的这个过程中啊，你们会越来越发现两个人好像心中有某一个缺口是很像的，或者说你们过去的人生成长轨迹啊，有某一些类似的这种经验点，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可能啊，同时就是在你们两个没有相遇的时间点中去经历类似的人生的轨迹，可能他曾经在某一个人生的这个十字路口中，他在犹豫，然后当时他还没有遇见你，那在同一个时间的你，其实也在为了生活中某一个重大抉择去烦恼。就是我觉得你们的生命中，往回头去看的话，会发现有很多的共识性在，你们的连接能量是非常非常强的。好，那接下来呢，再帮大家看一下你们两个相处的一个情形。好，就是你们相遇啊，还有之后的一个发展的情况会是怎么样？好，我们出现了 Queen of Summer， 哇哦，还有 Elder of Winter， Three of Autumn。我觉得这个人呢，他真的是一看见你的时候就好喜欢你们哦。你看这一张牌，她是这个夏天的皇后，然后夏天的皇后是非常非常悠闲的坐在她的椅子上，然后坐在她的这个宝座上。然后夏天其实是一个风光明媚的一个季节嘛，开满了花，然后呢各种这种蝴蝶啊、蜜蜂啊都出来工作，然后夏天的给人的这种颜色的基调也是非常鲜明的，所以我觉得他其实看到你就是眼睛一亮的感觉，然后他其实心里就已经开始悸动的很深了，但是他不一定会很快的冲到你的面前。我觉得他其实还是会想一想，还是会去思考一下，想说应该要怎么样子的去接近你。然后我觉得你们当中的这个能量，就是你们两个的能量，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互相，以及非常强烈的这种互相扶持的一个能量。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在人生中会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努力，去达成一个共同的一个可能是事业，或者是说你们人生阶段的一个目标。那有可能呢，你们是想要一起买房子，或者说你们会想要有一个小孩，就是我觉得你们的感情啊，会有一个具体的呈现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个结晶，它有可能是一个小孩，或是一个房子，或是你们共同打拼的一个事业等等，就是我觉得它会实际上去呈现一些什么，以及留下一些什么。然后这是一张夏天能量的牌，我觉得对方
本身不是一个很浪漫的人，可是遇到你哦，他就算不浪漫，也都要想尽办法变浪漫了。就是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啊，你的好去激发了他的好，你的就是内心的这个柔软跟温柔，去激发了他心中更浪漫的一个部分。因为他看见你的好，他更加的想要去珍惜你，更加的想要去对你好，而且他也很希望能够去证明哦，你选择他是不会错的，你选择他呢是一个很棒的选择，他会希望你选择他是不后悔的，所以我觉得他会努力做很多让你开心的事情，让你觉得这个选择跟他在一起是一个不后悔的选择。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冬天的一个报信者。好，我觉得你跟他相处的时候，其实这个人还蛮会去做一个长远的规划的，有可能这个人他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人，或者是说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在心思上会想的比较细腻的人，考量的比较多的人哦。他会觉得在感情中啊，两个人其实是要去互相扶持，要去相濡以沫，他必须要去拿出很多的责任跟诚意，两个人才能够去往前走的。而且我觉得他有时候会想蛮多的哦，就是他会对于一些人生未来的风险以及他可能会考量说，如果选择 A 会有什么结果，选择 B 会有什么结果。然后你跟他两个人要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你们在居住定点的一个选择啊，或者是说未来这个事业的抉择上，他真的是会去想很多。你有的时候都觉得啊，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呢？因为他在想的时候，他的行动力并不会很快的起来，就是他是一个先想清楚再行动的人，你可能会觉得啊，他的动作怎么这么慢？因为有的时候他在跟你接触，他在跟你进展的时候，我觉得他也是有他的步骤，他也是有他的规划的，他必须要去思考之后再行动。然后我觉得他好像很希望，因为他非常非常的珍惜这一段感情，他不希望有任何的风险去介入。就是这张嘛，冬天的报信者，他希望可以在冬天来临之前，在一些怎么说呢？在一些风险，在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前，他要先去做准备，因为人生当中难免会遇到高低起伏。我觉得他是那种会预先做准备的人，就像你们两个如果是一艘小船，在这个大海上的话，他会先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准备粮食，然后去看一看这个船啊，哪一些地方需要修补的，然后再去看看他的这个指南针的这个方向有没有偏移等等。我觉得他会先把航线啊目标都规划好，来把你们两个是同一艘船嘛，你们两个的安全度达到一个最大的保障。所以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其实是非常开心非常安心的，是非常你可以去信任他的人，而且他对你也有很多的这种奉献的心态在里面。好，我们这边呢是 Three of Autumn 这张牌哦，就是许多的这个秋天的精灵，他们在一起，他们在酿这个好喝的这个酒，好，他们在酿好喝的这个苹果酒。所以呢，我觉得这一张牌代表说，其实你跟他的感情啊，真的他是那一种会为你去准备很多的人，然后我觉得你们两个也会共同去创造出很多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东西哦。而且有一个感觉是，当你遇到这个人之后，你们就不会再去想要跟其他人有任何的这种超友谊关系。我觉得你们有一种都能够满足于彼此，满足于对方。在他心目中啊，其实你们就像这个女王一样，这么的优雅。如果是女生的话，那如果是男生的话，会觉得你们就是一个很有气度，像国王一样很从容的一个人哦。然后啊，我觉得你其实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是蛮有甜蜜感的，还有这边的甜蜜感，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哦，其实会为彼此去牺牲很多，奉献很多，甚至是我觉得在这个怎么说呢，在两个人的床上亲密关系上，你们真的是毫无保留的。好，就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也许你遇到他之前，不知道你的身体是可以这样子的开展，不知道你是可以尝试这么多不一样的
姿态，或者是说不知道自己的身体会有这样子的变化跟反应。可是我觉得你跟他进行的这种亲密关系啊，好，进行的这种能量的结合啊，这种性的一个结合，这个感觉我绝对是超乎所想的，它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然后你们两个是可以在性中彼此的满足，互相的满足，互相的可以吃得饱，就是这种大家可以去好好的体会一下。好，你们两个绝对是一个蛮平等的一个状态哦，彼此在这段关系中都是舒服的。然后我觉得对方真的带了蛮多的这种稳定的家庭的能量，想要来找你，因为他也想要给你一个稳定的家庭的一个情感。然后他一开始遇到你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会蛮这种思虑很多，想很多，他是小心翼翼的去接近你，然后他内心其实就是已经有一把火，就是被你们聊起来了，可是他又要去观察你，因为他想要去知道你喜欢什么，然后想要去说一些能够跟你有共同话题的话，然后不要让你有去反感。那接下来我觉得他真的是想要把你们带到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婚姻的状态中，这个感情我觉得他绝对是可以给你一个很足够的一个安全感的，它是一个可以让你放松的，不用这种很盯、很小心翼翼看对方脸色的这种感情。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和谐的一个能量哦。好，然后我们再来帮大家抽一下这个时间的牌卡，然后最后再帮大家看一下宇宙给你们这段关系的一个建议。好，时间卡的部分呢，我们帮大家抽2张。好，我们这边有 Libra 这个天秤座，那时间的话呢是9月23到10月23，然后还有这个 Taurus 这个金牛座，时间的话呢是4月21到5月20哦。那所以这2个时间段呢，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是你们两个可能是相遇，或者是说感情进展一个突破的时间点，那也有可能是对方的一个重要的讯息日。那这边大家还有看到吗？7跟2，就是说呢，我觉得你们两个在感情中哦，可能会注意一下这个7跟2的数字。比如说你们可能认识7个礼拜之后呢，决定要在一起，或者是可能认识2个礼拜之后决定要在一起，或者是说你们认识7个月之后，有可能2个人有共同的规划，就是2个人要搬到同一个城市，或者是说认识2个月的时候呢，他可能带你见他的家人或是朋友，所以这个7啊2这个单位，时间上的单位哦，你们可以去留意一下，可能是你们感情的进展的某一个里程碑跟某一个时节点。好，那最后呢，来再帮第一组的大家抽一下宇宙给你们的这个建议好吗？我们今天抽的是地球元素的神谕卡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建议的能量是什么哦。好，我们抽到的这一张牌是 Atoms 原子。原子是构成这个化学元素普通物质中的一个最小的单位。那这一张牌呢，代表什么呢？大家仔细看一下哦。好，这张牌在这个船上啊，然后有一个人他正在提着灯笼在往前行，然后他的这个船上有很多这种好像发光的这个水晶球，然后也很像是发光的月亮一样，然后在大海中航行。那它航行的这个未来也是非常多闪亮，有非常多这个星星的，在这样子的一个夜晚下，我觉得这张牌啊，其实代表着说你们两个的关系，它真的就是一点一滴去构成，一点一滴去建构的。然后你们两个是一个可以共患难的人，而且我觉得你们两个会在怎么说呢？宇宙其实有告诉我们一个讯息，你们两个好像是那种，就算落难了，就算遭遇了不好的事情，然后你们两个也都可以微笑以对，或者是说
自嘲说啊，我怎么会不小心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就是你们两个其实是可以去快速的转换那个负能量，并且重新去对焦，重新去校准你们的能量跟方向的。我觉得你们两个是那种不会在失败中沉溺于太久，就算遭遇了打击，你们两个也可以透过互相扶持，这个手拉着手的这种能量再站起来。然后我觉得对于对方来说啊，其实你就是他心中的那一盏明灯，是他想要去的那个未来。那对于你来说，我觉得对方也是你心中的一个明灯哦，他是你想要留在这个世界上，或者说你想要体验你想要来到这个世界进行这场体验，很大一个原因。我觉得你们好像就是茫茫人海中注定要相遇，你们两个的姻缘其实是很深的，是拆不散的。就算你们两个暂时的分离，最后还是会因缘际会，各种巧合把你们聚集在一起。而且我觉得你们两个在人生的路途中会一路有很多的贵人运，就是看哦，你们会收集这个很多亮亮的这个水晶球，这些水晶球本来是在海中的，可是你们去把它捡起来，你们去发现这个宝藏，然后把它放到你们的船上。很多的这个贵人啊，其实是你们自己去怎么说呢？是因为你们本身的个性，你们的这个愿意付出、愿意包容、愿意开放的跟人连接，因而在感情中，你们其实在生活上会有很多贵人想要帮助你。因为也许别人看见这个亮亮的水晶球在海中，他不会想要去捡，他也不觉得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可是我觉得你们可以看到那个东西里面的一个特质，就是我觉得你们能够去看见人事物背后的一个本质，因此你们可以在生命中、生活中发现很多的机会。所以我觉得你跟对方的一个结合，有点像是可以从黑暗中去冒险、去前行、去体验。这个黑暗指的不是一个人生的低潮，相反的，我觉得你们是一个航向未知的领域。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兴奋的感觉。你们两个可以一起去航向未知，可以一起去冒险，可以一起去探索。也许你一个人的时候你不敢做，或者是说你没有机会去做，可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时候，真的这个眼界会被打开，会被拓宽。然后很多时候因为你们两个个性的这个特质哦，你们的包容跟愿意付出，其实你们会很大程度的增加你们幸运的这个表面积，很多贵人会想要来帮助你们。然后在感情上你们是非常稳固，一点一滴的去建构而成的。我觉得这张牌就是给人一种会很迫不及待的想要去往前看，这段旅程就是你跟他的未来究竟可以在经历什么，会有什么样不同的体验。当你们很老的时候啊，我觉得还可以去分享你们的故事给你的子孙听，就好像话当年，你们是真的有非常多丰富的故事分享。你们两个有的人可能会想要一起到国外去重新生活，或是两个人共同建立一个事业，或者是说你们两个的生活是有很多这种共同的浪漫的有这种回忆点的。我觉得这一张牌就是让人好期待，让人看见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哦。好，这个是宇宙给我们的一个建议牌，就是你跟他在一起的这个能量是非常的好的，而且是可以汇集很多点点滴滴幸运的能量在你们的这艘船上。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们今天的解牌啦。那希望今天的解牌对大家有帮助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你可以按赞来领取好运，也可以帮我在下方留言或是订阅我的频道。那就祝福选到第一组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支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下一段重要的恋情哦。那一个超宠爱你们的人，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哦？还有你们相处的一个细节哦。那首先呢，我来帮大家抽一下第二组你们的一个验证牌的部分哦。好，有关于你们的验证牌。
Five of Wands， 好 ，King of Cups。好，那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3张牌，这3张牌是对应到第2组朋友你们的一个能量哦。我觉得你们哦，就是内心其实非常非常的渴望被爱，可是又好像有一点防备心在里面哦。你看我们这边有一个 King of Cups， 就是其实这个国王啊，他手紧紧的捧着这个圣杯嘛，他心中是有非常多的情感，他想要去流露，想要去表露出来，他会想要有一个对象去寄托。也就是说，我觉得你们呢，其实很想要跟别人有这种很好的感情上的一个连接，但是好像有一些朋友，你们一直遇人不淑嘛，或者是说你们就是没有找到你们属于对的那个人哦。有些人你们好像一直在寻找一个真心爱你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一组朋友，你们一方面想要爱，一方面在心态上又有一点防备的能量哦，就是你们给我感觉上就是在感情中是蛮飘忽不定的，或是说你们整个人的生活状态啊，会觉得这几年可能经历的动荡比较多，生活上有很多的一个变动，你可能觉得你规划好的事情呢，怎么因为突如其来的事件又转弯了，又必须重新规划了，让你就是生活中缺少了一个安定感。然后我觉得有一些朋友，你们好像非常渴望在你的事业上，在你的工作上有所成就，或者是说我觉得你们有在等待一个回归的能量。这个回归是可能某一个曾经跟你有过交汇的人，你们在等待他。这个Ace of Pentacles 有一个新的机会，新的开始，你们好像在等待某一个新的机会，新的开始。这个可能是一个好像事业上一飞冲天的机会，或者是说感情上重新再来的一个机会。然后接下来这个权杖，我觉得你们这一组的朋友啊，是不是觉得常常都必须要以一个全副武装的状态来面对这个世界，就是感觉上你们肩上所背的压力也蛮大的，可能来自于原生家庭，来自于你们的工作职场环境，或者是学业。我觉得你们好像必须要很努力的去证明自己，或是很努力的来取得一个生存的位置，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感觉上你们肩上的压力有一点重，不过我看到的是虽然在这样一个竞争的环境中，你们脚下的步伐是站得很稳的，你不会让别人去好像侵略你的领土，不会让别人来侵犯你。其实我觉得你们是一个有能力去坚持自己的位置，并且保护自己重要的东西的人，你们有这样子的能量。然后我看见你们非常的想要找到一个归属感，就是我觉得你们心中很缺乏安全感，你经常呢会觉得在身边没有人是跟你有共鸣的。虽然这组的朋友你们可能身边是有家人有朋友的，可是感觉上相处的时候总会有一点隔阂，好像隔着一个透明的玻璃，你觉得没有人是可以真正的去跟你感同身受，去体会你心中的所思所想，去了解你的内在的。所以我觉得你们有的时候会把想说的话隐藏在内心中，因为你觉得你说了别人不一定会懂，所以你们可能渐渐的就不说了。然后有一些情绪你们其实是隐藏在内心中的。好，这个是有关于第2组的一个验证牌，我看到你们这一组的一个能量。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抽出有关于对方的牌卡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对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哦。好，Queen of Pentacles， Queen of Swords， 好，2张皇后的牌。再来看一下 Two of Swords。好，我们先看一下这3张牌的一个能量哦。对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我觉得就是他是一个想要去证明他是
你生命中对的人，就是我觉得他会想要去努力去证明。为什么他要证明呢？因为我看见的是这一组的朋友，你们过去在感情中好像因为受到了一些伤害，或者是说过去因为某一段感情那个人对你做了很不好的事情，所以你有的时候就会想要把自己封闭起来。你可能会想说，我不要再毫无保留的去爱了，我不要再掏心掏肺的去爱了。我觉得这个人呢，他在性格上啊，其实是挺包容的一个人。就是大家有看到这个金币皇后嘛，她呢，很细心的照顾她怀里的这个宝宝哦，然后很全心全意的在看着她怀里的这个她心爱的宝贝哦。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你们的这个下一个这个重要的恋情，他这个人哦，他是一个会这样子像孩子一样宠爱你的人哦。就是我觉得他在感情中会把你当成一个他的宝贝来对待，他会想要去告诉你说，不管你发生任何事情，他对你的爱其实都是始终如一的。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爱是非常深沉的。那金币皇后啊，这边也代表有了这个就是很稳定、很稳固的一个能量。这个人呢，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人，就是他不是一个空口说白话的人，他是一个蛮负责任的人。因为皇后要照顾他的这个领土、他的家园、他的宝宝，他不是只有口头说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是一个会有实际行动力的人，他会给你一个非常稳定跟安全的感觉。特别是在内在，我觉得你跟他连接之后呢，你就会感觉到你是一个被宠爱的人，然后我觉得这个人他身上有非常多的这种人格特质，都会非常的吸引你。他是一个有耐心的人，他是一个有耐心愿意去陪伴你跟等待你的人。如果你们在遇见他的时候，你们心中还有一些情伤还走不出来，我觉得他会给你很多的这种时间去陪伴你，去等待你，然后当你去怎么说呢？让你调试的还不错的时候，当你可以接受下一个人的时候，他才会对你展开一些行动。我觉得他是一个愿意去耐心等待的人。然后我们这边呢，又是一张皇后牌，这边风元素的宝剑皇后。宝剑皇后这一张牌啊，让我感觉的是这个人他是一个蛮理性的人哦。大家可以看到宝剑皇后拿着她的宝剑，好像正在沉思着什么，她正在守卫她的一个家园哦。然后啊，宝剑皇后本身也是非常非常有能力的就是一个能量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哦，他是一个刚刚说过，他是一个很有行动力的人，他的行动背后不是莽撞的，他是一个充满理智的，然后他是一个有独立有弹性的人。我觉得这个人的头脑蛮敏锐，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而且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准备去应对这个环境的各种变化的人，他是准备好的。而且我觉得这个人啊，就是别人看他可能有一点高冷的感觉，冷冷的、高傲的、不理人，或者是说不是这么好亲近。但是我觉得他对你啊，他是蛮愿意开放他内在去给你去进入的。这个人他的表面跟他的内在是有点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他一开始去跟他接触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他是有一点距离感的，不知道跟他去讲什么。但你实际跟他相处的时候，会发现，这个人还蛮机智、蛮聪明、蛮幽默的。然后他也不大会去，好像人云亦云，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观点。那我觉得他呢会自己去淬炼，然后独立去思考，去综合出一个他自己能够接受的想法跟判断哦。他自己是一个有判断能力的人，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些不合理的传统，他也是会起而反抗的一个人哦。好，我们接下来看的这一张牌哦。
宝剑二，然后被蒙着眼睛，手上在拿着两把宝剑哦。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抽到宝剑二，我觉得在他的生命中常常会需要做出这个抉择跟决定哦。那这个抉择跟决定好像都是一个蛮重大的决定。好，可能他在工作上常常都要去下一些会影响这个组织的长远的发展的这种策略嘛，或是要做决定。好，然后我觉得他下的这个决定，他在判断的时候，对其他人来说啊，就很像是他好像是在蒙着眼睛，就是这个下决定跟做判断的过程其实是很难的，但是他可以去承担这样子的责任。就是我觉得这个人呢，他不管是在家庭上，在生活上，在工作上的某一个方面，某一个层面，他一定是有他很冷静跟理智的一个判断哦。即使在别人面前看起来是很困难的一个决定哦，他也能够去依照他自己冷静的判断去处理好这件事。好，比如说啊，如果是家人面临一些就是身体有状况生病了，然后他应该要什么样子的一个治疗，哪一个医生，然后去哪一家医院等等的细节，也许呢这么多资讯之下，其实是很难去下判断，然后这又是有关可能生死的一个状况。可是我觉得这个人哦，在面临这样子的情况下，他也是会很冷静的处理。虽然他可能也不懂，因为这个是一个蒙着眼睛的状态，可是我觉得他通常都能够去选择一个对你们这个家庭，对你们两个关系最有利的一个方向。然后在这边呢出现的这个能量啊，我还觉得这一个人哦，他很可能在这种工作上啊是顾问，或者是说领导者，也有可能在这种生活上，在这种这种学习的场合中，他是被别人请教的对象，或者是说他有一个特殊的专业手艺等等的，是别人会去打开耳朵去倾听他的。然后这个人呢，他是可以独立去做事的人，他是可以独立去完成很多事情，并且把事情做得很好的人。那真的在外人眼中看起来，他就是一个蛮美好的人，甚至美好到有一点高不可攀。可是我觉得他愿意为你去打开他金碧皇后这个柔软的面相。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关于这个人的讯息哦，他的一个个性上还有什么样子我们需要去知道的吗？好，女祭司出现了 ，The Lover， 哇哦 ，Sun，The Sun， 太阳牌。我觉得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就是外表很高冷，可是内心很雀跃。其实他遇见你的时候，他的内心哦，就是他内心本来是很平静的，心如止水，像女祭司一样。可是呢，遇到你之后，他的心就是他的整个人的那个情绪，他其实是很雀跃的，像太阳的能量一样，就是开花了，而且是一个全新的能量。我觉得他呢，可能之前也因为某一些事情，让他的心对于感情的态度是比较冷却的。但是看到你之后，他整个期望又被打开了，他又好像重新的去绽放他身上的光芒。而且我觉得他为什么要绽放他的光芒呢？因为他又是好像看到你之后，他又觉得他对人生有希望了，他想要重新燃烧起来。然后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蛮看哦，这是一个小孩内心有一个棒棒糖，那跟这个女祭司高人的形象其实是很冲突的。就是我觉得她的外表就是那种有一点距离感，然后好像蛮完美的，就是很完美的这个公主啊，或是王子这种很棒的一个形象。可是她内在其实是很顽皮的一面，还有这个拿着棒棒糖会跟你开玩笑。而且我觉得她内心最可爱、最小孩、最纯真的这一面，真的是只开放给你看，就是只有你可以知道。
那我觉得他呢身上有蛮多很乐观的一个特质，就是说他看待事情，虽然他也经历过一些不愉快或者是倒霉的事情，可是他总是能够很快的去调整好他的心情，他能够很快的去放松，然后在晚上他也是那种不大会失眠，他可以一觉到天亮睡得很好的人。然后呢，他能够去放下生活中让他感到有压力的事，看起来他是需要去面对很多事，处理很多压力，可是我觉得他能够去放下，他不会一直把工作上、生活上的情绪带到关系里面。然后我觉得他给你的爱情啊，真的就像恋人牌一样。大家看到恋人牌中间有一个蝴蝶的仙子，他分别握起这个男生跟女生的手。我觉得他给你的爱情是一个能够去发现两个人互相美好能量的一个爱情，就是他能够给你的恋爱模式不是一个让你很有窒息感的爱情，而是一个你能够透过他的眼睛看见你的美好，然后他也能够透过你的眼睛去看见他的美好，你们两个人会互相的想要花时间在对方身上，然后互相去经历各种小小的细节，可能就是一起牵手散步，然后看看电影啊，然后在家里等等的，好，或者是出去玩啊等等的，就是你们这些小日子啊，都会让你们两个觉得是一个好像很踏实的、很甜蜜的连接哦。然后我觉得你们两个真的是有自己的一个恋爱模式，你们的这个相处、你们的结合，不是为了去取悦其他人存在的，或者是你们不会拼命的去在外人面前表演一个模范夫妻，或者是说一个什么样子的形象哦，你们不会刻意的去展现，而是你们很自然的流露出的这一种情感的交流、情感的连接，就外人的眼中看起来就是很轻盈、很舒服、很令人倾羡的感觉。我觉得它的出现呢，会让你们的生活中增添了非常多的色彩，因为他看起来是一个勇于去尝试的人，他生活中有非常多的经验呢，其实是可以带给你不同的一个体验。然后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喜欢去尝试不同的事物的人，他可能喜欢去不同国家旅行，或是喜欢去不同文化的碰撞，或者是喜欢尝鲜啊、吃美食等等都有可能。就是我觉得他的生活是多彩多姿、很丰富，而且你跟他在一起一直都会有一个创新感，会觉得这个感情的节奏它是不会很平淡，不会很枯燥，不会很无聊的。然后这个人啊，我觉得他的眼中，就是他看待你的眼神啊，你可以感觉得出来，他很爱你。然后除了爱之外呢，他还有一个尊重感。尊重感就是说，我觉得他不大会勉强你去做你不想要做的事情，相反的，他会鼓励你去完成你想要完成的事情哦。他会特别的希望你可以去很真实的做你自己，那不一定要去适应，就是身边的很多就是他觉得你不一定要去因为跟他在一起而去改变很多东西，他喜欢看见你真实的样子。然后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蛮会思考的人哦，他能够去辨别你对他的一个真心，也就是说他很在意他其他东西可能都没有这么在意，但是他非常非常在意你们是不是用一颗真诚的心来爱他，你们是不是会对他不离不弃。一旦他确定了这件事之后，我觉得其实各种相处上的小细节，那些摩擦，或者是说两个人要住一起，或者是要住哪里，或是说一些彼此家人的那个相处，对他来说倒还是其次。这个人想要确定的是，就是你是一个真心的爱他，真心因为他这个人而想要跟他在一起。
那我觉得因为有这个太阳的能量在，基本上你们在这段关系中应该是可以蛮去享受，或者是说蛮去被他的爱所包围的。这个人他是一个愿意去奉献他自己的人，他是一个愿意去燃烧他自己的人。如果你们曾经经历过感情中一些比较黑暗、比较孤单、比较这种很忧郁、很郁闷的时期的话，我觉得这个人是会愿意用太阳，他的太阳来温暖你，来解救你的。我觉得他有的时候会有那一种想要把你从黑洞中拉出来的人，他是一个想要去把你从一个困境中解救出来的人哦。如果你们就是在一个迷茫的时期遇见他的话，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会给你人生带来希望的人，他是非常能够希望他自己能够去温暖你，去照亮你，去给你带来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的体验，以及希望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比如说你们之前可能想法比较悲观的话，他会告诉你很多美好的东西，希望你可以就是跟他一样乐观。然后我觉得他也会尽可能的温柔的去对待你，你应该可以从他对你的表情跟你说的话等等，在相处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到他的这种呵护，他的这个疼爱。我觉得他非常想要给你们一个全新的开始，一个从头来过的开始，它是一个很新的能量。当然这个人他有可能是一个旧人，可是如果他是一个旧人的话，我会觉得你们再一次连接起来的时候，他不是当初你认识的那个他是一个脱胎换骨之后的他是真心希望你跟他是有未来的，是希望可以共同开创一个全新的旅程的。然后我们再来抽牌，我们接下来抽牌飞出来，我们抽的牌是对方眼中的你的一个模样哦。好，对方眼中你的一个模样，我们先来看一下哦。月亮牌，这3张牌在说什么呢？对方眼中的你们，哇，我觉得对方眼中的你们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魅力的人。大家看到魔术师嘛，他是这个狼的尾巴，然后轻轻一挥就有很多这种闪耀的小星星会出现哦。所以我觉得他认为你们是一个自带气场的人哦，他觉得他眼中的你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魅力的人，而且我觉得他也是因为被你们这样子的魅力所吸引，所以很想要去靠近你们哦。我觉得他对你是有非常多欲望的，就是欲望，对，感情的欲望、身体的欲望都是有的。然后我觉得他好像觉得你们是一个蛮有这种魔法的人。这个魔法是指，我觉得他会认为你们是一个可以为他带来幸运的人，为他带来好运的人。就是你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会好像就是事业运提升，或者是说工作运提升，或者是说钱财运提升，就是他的生活会因为你的到来而变得很顺，他的运势会变得很旺，就是他跟你在一起就会感受到这样子的能量。他觉得你们有显化的这个能力哦，不知道你们自己有没有这样觉得？可是对方的眼中的你们的那个形象是很有魅力、很美好的，而且我觉得对方认为你是那一种，就是你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都会有规划，然后你一定会去把它完成，去达到你的梦想的这个人。他认为你们是有这样子的特质，他眼中的你。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蝴蝶牌哦。好，这张牌讲的是你们好像有经过一次的蜕变哦，或者是说不止一次的蜕变，浴火重生。在他的眼中其实你们是蝴蝶，翩翩起舞的蝴蝶，好漂亮的蝴蝶哦。但是在变成蝴蝶之前，他知道你们吃了非常多的苦，他知道你们从毛毛虫蜕变成蝴蝶的那个就是那个质地在转变的过程，其实身心的那个承受的痛苦是很巨大的，因为你们经历了一个好像彻头彻尾的一个变动，所以他其实知道你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才会有今天美丽的一个样子，才会有今天的这些收获。我觉得他
其实虽然一方面看见的是你们的美，是你们的美好，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更多的是对你们的一个心疼，因为过去你们经历的那一些，他没有办法去陪伴，没有办法去参与，你们只能独自的去面对，然后他很希望他的未来，你们的未来，他可以好好的去保护你，让你不用自己再去面对那些好像孤单、痛苦跟难过的一个时刻。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个人呢，因为这边出现的是一张蝴蝶，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蛮希望你们是一个可以在爱情中非常自由、不受束缚、不受拘束的，就是他希望他跟你在一起，你们的这个未来，你一定要是很自由的，然后你一定要是很爱自己，你一定要是很相信自己能够被爱的。他希望你的人生可以因为跟他在一起，你们更加的自由，更加的有选择，而不是有那种被困住的感觉。他好像想要跟你说，想要告诉你，他希望能够去维持那个，就是维持就是他眼中你的一个样子，就像美丽的蝴蝶，他希望你们可以永远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永远的美丽下去。然后他希望呢，他可以给你带来一个很大的幸福，在他的幸福的包围下，你们可以很自在的伸展开来，去打开你的羽翼，自由的飞翔。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一个月亮牌哦，它是一个未知的月亮牌，这将代表什么呢？其实在对方的眼中啊，你们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理解、非常好看透的人，你们心中可能有很多扇门，然后有几扇门是不轻易对别人打开的，然后这个也是我觉得他会想要去，觉得对他来说你们有一点神秘感，他会非常想要去理解你吧，但是他有的时候并不能这么好，这么容易去抓住你的一个想法。那他看见你心中这个好像月亮一样忽明忽灭的光，他其实会很想要，刚刚说过一样是用他的太阳来照耀你们，让你们可以跟他在一起，真的是感觉到很快乐。然后这个人他的能量让我感觉到他在爱情中是非常勇敢的。刚刚说过，他不希望你们在爱情中受到束缚跟拘束。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在爱情中很勇敢，不会受拘束的人。也就是说，我觉得他不大会去在意其他人的眼光，其他人对你们的评价。有些朋友抽到这组牌，你可能有过婚姻，有过孩子，或者说你现在还处于一个比较复杂的情感的关系中，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然后我觉得这个能量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不会受其他人的眼光所影响，不管其他人是怎么样子评价你。好，他都不在意，重点是他喜欢你，他喜欢你就是喜欢你，他不大会去，受到其他外在的这种干扰，然后而去舍弃对你的一个感情哦。他在爱情中是非常非常遵守他自己内心的情感的流动的。然后我觉得他给你很多情绪上的一个快乐，就是你跟他在一起真的可以感受到他面对生活是很勇敢的，而且他很乐观，他很快乐。我觉得这个能量其实会影响你们从那个低潮中慢慢的走出来。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眼中的你还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讯息。好，飞出这一张。好。白色的野狼牌。好，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牌啊，这只野狼上面有一只乌鸦，乌鸦在野狼上面帮忙看，就是远方哦，看有没有什么敌人啊、猎人啊，有什么危险要接近哦。这张牌出现在这边非常的妙 ，realization。我觉得他眼中的你啊，其实是一个看事情非常通透的人，就是你们真的也经历了很多啦，所以如果他要在感情中用一些小手段去骗你们，你们是不会上当的。而且我觉得你们看人啊，也有自己的一个准则，也有自己的一个想法了。然后呢，我觉得他认为你们是那一种会需要给，就是很
很实际的这个承诺的人哦，就是你们很需要一些实际的东西、实际的规划、实际的步骤，让你的内心可以安定下来。然后对对方的眼中，你们也是一个看事情可以很远很远的人，然后可以去想得很深入的人哦。他就是这张牌给我的感觉是，你们好像可以去怎么说引导对方在人生中的某一个方向，你们好像可以去指引对方、指点对方这样子的感觉，或者是说呢，你们两个是一个互相陪伴的感觉。好，他可能是这只野狼，然后你是他的一个贤内助，你是帮助他去看清楚，更加看清楚方向的人。当他一个人孤单的在战场上的时候呢，你可以去给他准备一些后勤补给，或者是说呢，你可以帮他去思考战略、运筹帷幄都有可能。我觉得你们两个是在他眼中，你们两个是可以配合的很好的。那就算没有感情的能量，当你一个人独立的时候，你们也会是一个很清明、很通透的一个人，在他眼中是这样子的能量哦。然后这张牌的出现哦，那就是在这个荒野中的一匹狼哦。这张牌给我的感觉真的是一个很孤单的能量哦。其实他遇到你们的时候啊，你们好像有那种真的是对于感情很失望，可能就不想要再谈感情了。然后你可能真的是经历过蛮多的考验，然后你也努力过，你也尝试过了，可是怎么都没有预期的结果。所以我觉得你们就是好像有一点一个人在前进，就是不抱希望。虽然是不抱希望，但是其实内心终究还是想要去有那个另外一半，就是我觉得你们内心很矛盾，然后他看到你就是一个有一点孤单的能量哦，明明想要去爱，但是又不敢爱的一个能量，然后他也看见你们生活中好像经历了一些很艰难、很辛苦的事情，有很多的变动，然后你们又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你们自己内在的能量上，然后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有看见你好像对于这个世界有一个失望，有一个深层的难过，然后他其实很想要去转换你内在的一个眼光啊，因为我觉得他眼中的你跟你眼中的你自己是不一样的。虽然呢，你们经历过那些低潮、那些谷底，可是对他来说，他会觉得他很幸运。要是你前面没有经历过这些烂桃花，或者说不好的人，你可能就已经跟别人在一起了。也就是说，你的低潮在感情上的不顺，某一方面而言是他的一个幸运，因为他终于可以在这个时间遇到你，终于可以在这个时间抓住你，所以你们的这个失望，你们的这个孤单，他看见了，但是他也觉得好，这个是上天给他的机会，他要赶快好好的去把握住，去好像弥补之前你这个受伤的心里的那一块，他想要当你的小贴布去疗愈你。然后接下来这张牌超漂亮的，这是白色的野狼。好，不管这一组牌出现的是，就是不管听这一组牌的朋友是男生跟女生啊，这张牌代表的是神圣的这个女性的魅力哦。好，你们呢内在是有这样子神圣的女性的这个魅力在的。也就是说啊，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本身是那一种具有成熟魅力的人哦，你们是那一种。因为过往的生活经验，因为你们的年纪，随着年纪的增加，你们的这个魅力会越来越提升。你们光是存在在这边哦，就是会让人家想要主动去接近你，主动去靠近你。在他的眼中，你们就是非常亮眼，你们是非常耀眼的，他是没有办法去忽视你的存在的。就是白色的这个野狼在
一群狼群中是非常特别，是非常纯真，是非常就是这个毛色是非常非常的特别的，所以我觉得他看到你之后，基本上就是目不转睛，他没有办法把他的目光从你眼睛身上移开。我觉得在很多方面对他来说，你都是一个很完美的，可能你的长相啊是他最喜欢的那个型，或者是说你们的这个待人处事的那个态度哦，你们的这个性格就是非常对他的胃口，他就是喜欢这样子的一个特质的人哦。然后我觉得对他来说，你就是他的这个命中注定，你就是他的唯一，刚刚好这么多的特质组合在你身上，那些就是他喜欢的。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觉得你们是一个非常优质的人，然后他也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会对自己好像看待自己有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个想法。然后另外啊，这边这个神圣的力量啊，也会让我觉得他其实看待你哦，有的时候会把你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就是我觉得他在表达他喜欢你、他爱你的方式，他也会去斟酌，他也会去审慎一下当时的那个场合。我觉得他不大会去对你去做一些不礼貌的事情，或者是说呢，就是有人可能相处的时候会开玩笑啊、互骂什么的，就是互亏。我觉得他比较不是这样子的人，我觉得他真的是把你放在一个很浪漫，而且算是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哦。他觉得你们是需要好好的去被对待的，不是那一种可以好像很开玩笑的，或者是有的人会在朋友的面前啊去开另外一半的玩笑，或者是说一些比较缓和气氛的话，然后就是有点像是来就是嘲笑另外一半嘛，来寻开心这样子的。我觉得这个人不会，他是一个蛮尊重你的人，而且他心中就是觉得你的位置是有一点神圣高不可攀的感觉，然后他今天能够遇到你，你愿意跟他产生连接，是他的一个幸运哦。所以我觉得他对你表达爱的方式是非常尊重，让你可以非常受到礼遇的。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一下两个人相处的一个情形，相遇相处的一个情形哦。好，我们这边有命运之轮、时间之轮，还有这一张是 Six of Autumn， 然后是 Three of Spring， 这一张 Two of Summer。好，我们来看一下哦。我觉得你们两个就是命中注定啦。你看时间之轮，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你们刚刚好遇见了。我真的觉得这个人呢，他在你的人生中、生命中出现的是一个恰恰好的时间点哦。好像你在人生中有一些经历、有一些体悟之后，刚好跟他遇到。也许在早一点的时候，你就算遇到他，你也不会想要把心交给他。就是我觉得你们好像在择偶方面会有一些转变，眼光上的转变，就是说这个人他的好是要你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你才看得懂，你才看得明白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时间之轮啊，它有一种就是重新来过的感觉，在这段感情中，你能感觉到你的人生、你的生命有一个重新飞跃、新生的一个能量哦。而且啊，这张牌有一个宿命感，我觉得你们一开始遇见的时候，就会觉得你们彼此非常的熟悉，有一个似曾相识的感觉哦。就算没有多说什么，但好像就已经认识非常久了。你们有一种默契，你们有一个心电感应，就是在对方身边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熟悉。然后呢，Six of Autumn， 我觉得这个人跟你的感情发展啊，是就是一开始见到彼此的时候，其实他对你就非常的心动。可是我觉得他的进展是慢慢来，是一步一步，是慢慢酝酿的。也许你们会先成为朋友一段时间之后呢，再突破某一个
心房，然后愿意往下一个阶段去迈进。那这张牌是他画的是一个这个精灵哦，它的翅膀受伤了，然后有一个很有经验的比较年长的这个精灵，好老婆婆的这个精灵，她正在去用她的药，她自己调制出来的药，帮这个年轻的精灵的翅膀做修补。那她一方面在修补，一方面在治愈这个精灵的翅膀的同时啊，也治愈了她的这个内心哦。也就是说呢，我觉得对方是一个很能够去安慰你，能够去包容你的人，有点像是老天爷安排他来到这个世界上，让你去相信他，让你去赶走那些你原本觉得很孤单的一个能量哦。我觉得他一定是能够去疗愈你，一定是能够去帮助你的人，而且看起来他是非常有经验的。然后你跟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不仅能够治愈你身体上的伤，它能够去疗愈你内在的一个伤痕哦。那你跟他这两张牌看起来，就是我觉得你们前世会有比较强的一个业力的能量。那在今生啊，又重新走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对他升起一个，就是心里会升起一个很熟悉的感觉哦。然后这种感觉你会觉得很幸福，然后这个幸福是一个你曾经经历过痛过，你曾经经历过不好的事情之后，才能够体会到这种幸福是多珍贵的。因为如果你一开始感情就很顺利，你可能会觉得这些东西都是理所当然，你不会知道这么一个人出现在你生命中，这样一个人对你好是多么值得珍惜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出现在你生命中去疗愈你的时候，你真的能够感知到非常大程度的一个幸福感，因为他是一个让你可以去依靠，可以去相信的人，可以去带你离开谷底的一个人。然后这两张牌的能量超级好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精灵它正在弹着竖琴，然后这边有3只鸟在旁边很雀跃的跳舞。然后另外这张牌哦，不用说了，就是非常甜蜜的 Two of Summer， 就是这种热恋中的情侣啊，然后共撑一把伞，在这个船上渡着这个小溪，有一种很蜜月很甜蜜的感觉哦。我觉得真的他是一个好浪漫的人哦，就是他跟你经历的这些未来呀，你们的这个发展是比较甜蜜的，比较浪漫的，然后在情绪上是非常开心的一个能量哦。我觉得你跟他会相遇之后发展成情侣关系之后，你们会共同经历很多快乐的事情，比如说去旅游啊，或者是说我觉得你们会共同有一些彼此的一个兴趣，就是有蛮多这种玩乐的开心的能量在里面哦。然后你的心情是很放松的，我觉得你可以很卸下你心中的防备心，然后跟他很痛快的玩在一起。因为这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是一个比较严肃、比较紧绷的人，你们可能不大容易去放松自己，或者是说让自己完全的很开心的投入到这种不是生产的玩乐时光。可是我觉得这个人真的是可以给你一个很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哦。你可以在跟他相处的过程中去相信，原来这个就是爱情。你可以感受到原来被一个人爱着，被一个人宠爱着，被一个人好像用温暖去包围的是多么棒的一个感觉哦。那很多你过去不敢，或者是说不愿意去跟别人讲的心里话，我觉得你其实会愿意跟他讲。然后这一组牌有一个能量是让我觉得，其实你们在等待这个人，等待这样子一个被宠爱、被爱的方式，这种模式已经很久了。然后有一点，好像我等了那么久，宇宙终于把我的这个礼物，终于把我这个对的人送到我面前的感觉。所以我遇到他之后，其实你们也会真的是很想要
去跟他度过一些很开心的回忆，你们会想要跟他去创造很多美好的回忆，会留下来这些开心的值得纪念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你跟他的相处过程中真的会有安排很多轻松的玩乐的值得纪念的这种旅行啊、纪念日啊，或者是说两个人共同经历过一些体验，人生不同的很特别的一个体验哦。好，那除了这些之外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能量，就是除了浪漫的能量之外我觉得还有一点这个人呢，他想要告诉你有一件事情，他想要告诉你说，他其实来到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爱你。那如果他现在还没有应该说宇宙还没有那个机缘让他现在马上的出现在你身边的话，其实他是还蛮希望你可以等待他，因为这里对方其实是也在寻找，就是你在找寻他的时候，我觉得对方也在寻找你，他其实也迫不及待的想要飞奔到你的面前，然后他有一种很害怕说你会被其他人就是捷足先登的感觉，然后他一方面在找寻你的过程中，我觉得他一方面也在经历也在体验他的人生他有非常多话语想要跟你去讲，浪漫的话甜言蜜语等等，而且我觉得他的生命中也有蛮多有趣的事情，各种人生经验，各种工作体悟，他会想要去分享他所思所想，还有人生中的各种见闻，他都会想要去跟你说。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也是在等你，他也是在很努力的迫不及待的寻找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能量。然后当你们两个遇见的时候就会互相去诉说，好，在遇见彼此之前，你们的生活，你们经历了什么，以及你们对未来的一个期盼。好，这是这一组牌的能量。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帮大家抽出时间卡的部分，我看一下这段恋情关于这段恋情的一个重要的时间讯息，然后最后我们会来抽出一个宇宙的这个祝福跟指引给大家。好，我先看一下时间卡的部分好，抽2张牌。好，这边有 Pisces 跟 Leo， 有双鱼座的牌跟狮子座的牌。那时间上呢是2月19到3月20，以及7月23到8月23所以这2个时间段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可能是你们2个相遇的时间，或者是说感情有一个重要里程碑、重要突破的一个时间那也有可能是对方的一个重要的星座的讯息。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12跟5，12跟5，这是在说什么呢？就是很有可能你们的这一段感情是以这种12为一个单位，比如说你们认识12周之后，你们决定要在一起，或者说认识1年12个月之后，你们决定要结婚。那或者是说呢，你们俩可能是远距的，认识了5个礼拜之后，你们终于要第一次见面了，或者是说呢，认识5个月之后，你们2个第一次一起出去旅游等等，这都有可能。就是说，你们的这个感情上可能是以5或者是12为一个单位，然后会发生一些重要的事件，大家可以再留意一下。那最后呢，我们来帮大家抽出有关于宇宙的一个祝福，还有对于这段感情的一个想法还有建议我们来抽出这个地球元素卡。好，我们抽到的这一张牌是 North， 这个北方好，这张牌代表什么呢？这张牌非常的美我觉得它其实代表的是一个指引，代表的是一个指路这是说什么呢？我觉得你跟他在一开始结合的阶段你们生命中可能会有就是2个人共同的一个目标嘛，一开始可能是要
安身立命、成家立业等等的。然后你们的目标可能一开始是这种赚钱啊，比较生存的一个层次。那接下来我看见你们的目标，就是你们的方向不仅于此，你们接下来会为了生命，会为了你们的生活去制定更高更远的一个目标哦。就是我觉得你跟他的这段感情，两个人都是不断的在成长的。宇宙告诉我们说，其实你跟他在不同年龄、不同状态下，其实两个人都会有各自追寻的不同的一个目标。那要怎么样把两个人的目标方向合而为一，是一个很重要的事。那也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宇宙这边提醒你们的讯号是北极星，你们俩的这个北极星要对齐，然后你们两个想要看到的那个美景啊，其实是有一个指路明灯可以去为你们去开拓出这一条路的，就是你们在规划的时候就要找到属于你们两个的北极星，你们要好好的跟自己对话，跟彼此对话。其实我觉得你跟对方的这个未来的路是会越走越明，是越走越亮的，而且它是一个可以去到达一个你想比你心中所想的更好更美丽的那个世界。那当然在这样子的世界，在这样子的旅途中，难免会迷失方向，所以宇宙要给你的指引跟暗示就是你们两个必须要找到一个关于你们两个的一个北极星，就是你们生命中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你们就是生命中这个意义，两个人为什么要在一起，两个人共同努力的目标是什么，这颗北极星其实会为你们照亮方向，会让你们两个更加坚持，更加的愿意去尝试。然后我觉得你们两个其实是能够去找到一个爱情的意义跟生命的意义的，就是它并不是一个流于空泛的表面，然后它也不是一个吃喝玩乐的一个过程。相反的，我觉得你们两个会在不断的对话、不断的交流中去寻找到真正属于你们自己幸福的一个意义哦。而且我觉得你们创造这个北极星，可能真的是跟其他人不大一样，你们一定有属于你们自己想要去完成你们的梦想。有的人可能是开一间店，有的人可能是希望可以跟家人去环游世界，或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你们真的是有一个很独特的目标等待你们两个去完成，而且这个目标也是只有你们两个才能够去完成的。所以宇宙想要告诉你们，你们两个的结合是要创造一个更大的、更独一无二的价值还有意义。这个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有力量，然后又非常有哲理的一张牌，然后要记住你们心中的北极星，然后循着这个目标去前进。好，以上呢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们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那希望今天的解牌对大家有帮助哦。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影片的话，欢迎帮我按赞、留言或者是订阅。大家也可以透过按赞的方式来领取好运。那就祝福选到第二组的朋友咯，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那我们要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占卜，想帮大家看一下下一段重要的恋情，这一个在能量上跟你们很对应，而且也很宠爱你们的人是谁哦？好，那首先我会帮大家抽出一个验证牌的部分，然后了解一下第三组朋友你们的一个具体的能量的讯息哦。好，来看一下你们的验证牌卡。好，首先呢，我们第一张牌是塔，还有圣杯九，好，宝剑皇后。觉得选到第三组的朋友啊，你们可能最近在生活上有经历过一个很大的变动，有点像突如其来、措手不及的感觉。那因为这些变动，在生活上、在感情上，你们必须要去很努力的做调整哦。对，
那有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塔的事件呢，会使你们心情比较低落。那你可能正在为失去的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人，好像就是你们可能在心情还在某一个比较低落的阶段。有的朋友，你可能刚刚才哭过，或者是说你心中一直很想哭，一直忍住不哭哦。因为这个塔的事件真的是让你的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动，没有办法好像回到你原本的那一个状态。然后啊，这边圣杯九，我觉得其实第三组的朋友啊，你们对于你未来想要遇到什么样子的一个人，你们真的是充满了期待，充满了目标感。不过呢，因为他还少了一个圣杯，所以我觉得你们有的时候在前进的时候又有一点不知所措，就是有一点迷茫，不知道我究竟可不可以遇到那一个你理想中的人。我觉得你们对于想要遇到谁，应该会有一个蛮特定的样板，就是你可能会偏好某一个个性或某一个职业或是某一个长相的人，或是你跟他相处起来，就是他有什么样的特质特别吸引你哦。你们其实是知道有一个模板的，但是你们心中又会觉得我到底能不能够遇到这样子的人呢？然后这样子的人究竟能不能够也喜欢上我？就是我觉得这张牌给我一点，你们非常的期待，然后又有点害怕受伤害的感觉，在感情上。好，宝剑皇后，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们是一个，就外人眼中看起来是这种，觉得算是有魅力，而且是蛮聪明、蛮独立的，蛮有魅力。有魅力是一定的，而且我觉得在你周遭啊，可能已经有一些人，他是默默的暗恋你们，然后默默的关注你的动态，你可能都不知道，我觉得一定有哦。他就是会你发的每一则这种动态讯息啊，他都会去看，不一定会按赞，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人也是在关注着你们哦。好。但是宝剑皇后她的眼睛，她其实是望向很远的一个地方的，所以，我觉得你们的目光就是没有注意到周遭那些很喜欢你们的人，应该是我觉得对方也不敢很轻易的去走到你的面前跟你说，很喜欢你，因为我觉得这一组比较像是默默的关注你，默默的爱慕你，然后也没有说一定要跟你发展成什么，因为这张牌毕竟是宝剑皇后，我觉得皇后她某一方面给人的感觉，还是有一点距离感，所以对方也不确定，他就是说你会不会接受他，然后他要怎么去打破这个藩篱？因为我觉得这一组这个喜欢你们的人很多，可能是有些朋友他可能甚至没有跟你见过面，他可能是在网络上看到你的照片，然后是一个网友那种都有可能。对，然后这一组的朋友，你们真的是蛮有魅力的人哦。但是宝剑皇后啊，又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你们哦，就是在白天的时候，思绪是非常清明、明辨是非的，然后也好像在工作上下的判断啊，都是很正确、很令人信服的。不过到了晚上，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啊，其实这支宝剑是会被放下来的，然后你会有各种小情绪跟小思绪，好像心中就会浮现。就是我觉得你们在晚上比较会容易有这种孤单的感觉。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对方的一个讯息哦，你们今天的能量的这个相对方，有关于对方他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呢？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牌卡好吗？好，宝剑三。Page of Cup， 好，圣杯的侍从，女王牌哦。
我觉得你们遇到的这个对象啊，我们第一张牌是宝剑三，大家可以看到宝剑三就是这个很疼痛的感觉，三支宝剑贯穿他的心脏。我觉得这个人而且他是闭上眼睛，好像默默承受的感觉。就是这个人让我感觉到，在他的生命中经历过一场很悲伤的时刻，他淋过一种好像黑暗的一个大雨，然后他的生命也曾经发生过令他伤心难过心碎的一个事件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张牌的能量是他好像接受这样子的事件，而且他没有在他的失意中沉浸太久，然后他会试图的往前进，迈向步伐。就是我觉得这个人他有点像你们就是你们的第一张牌是塔，然后宝剑三他也有一种，就是他好像突然的去接收到一些讯息，这个不是他想要去得知的一个真相，或是得知的一个事实，然后让他觉得很心痛很心碎。虽然他痛苦，可是他试图接受，而且他很努力的想要去割舍一些事物，再重新向前。而且我觉得这个宝剑三的这个事件其实是使对方成长的。这边有一种忍耐坚毅的感觉。好，他因为这些事件成长，因为这些事件呢，他冷静，然后重新的试图的在这个黑暗中，他想要去看见光芒。好，我们接下来看到这张圣杯侍者，还有后面的那一张皇后牌，它都是人物牌。然后呢，圣杯侍者这张牌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他在感情上非常非常的温柔大家有看到这个女生她头上绑着这个一个茶壶这个茶壶中的水啊就这样子慢慢的要滴下来，然后很多的雨流在要靠近这个杯子。我觉得他给你的爱情，他给你的爱绝对是非常纯洁、非常纯真、非常丰盛的。他会想把他的满腔热血，就是他所有的热情都用在你身上。他虽然可能之前也经历过感情上的一些伤害，好，但是我觉得他给你的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就像是没有受伤过的那样，他可以毫无保留的去爱你，然后他可以好像把自己全部都献给你。然后这边有出现这个鱼鱼是代表的多数复数，就是说我觉得他想要给你带来的是一个很丰富的生活，他希望你跟他在一起，生活是充满体验，是充满爱，是被爱包围的。那我觉得他会跟你，就是他跟你做连结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些很肯定的承诺，请你去相信他，然后可能还有这种爱的告白，或者是说我以后要怎么样对你，我觉得他会去讲，他是会去表达的人。他也有可能会透过传讯息的方式，写情书的方式，或者是这种拍影片的方式来告诉你，来向你求爱，然后来就是引起你的注意。就是我觉得他追求你的过程，或者是说他跟你的相处的过程中，你可以感觉到他是很浪漫的。然后他会给你赞美，这个赞美是非常诚实的赞美，就是不会很浮夸，不会很油腻。我觉得他会根据你的一个就是他欣赏的那些特质，然后去称赞你。然后我觉得他比较不大会跟你吵架，因为这个人的个性感觉上在他的情绪起伏比较没有那么大，是比较平静的，所以我觉得你跟他在相处上不会有这种太严重的一个争执，当然小吵小闹还是会有，但是呢，我觉得你们在处理矛盾上的这个过程是比较平和的。然后需要注意的是，这个人他喜欢你，不过他不会好像是非常的就是
一只一只的去约你，就是如果你给他拒绝的话，我觉得他也会稍微退一步观察一下，这个人在感情上他是需要去鼓励的，就是他会向你踏出第一步，但是你们也要向前走才行哦。如果你一直好像把自己关起来，然后一直好像对对方不理不睬，我觉得他其实也会心灰意冷，就是他其实也会觉得很不安，因为这个人的感情就是蛮纯真的，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没有掺杂太多这种复杂的世俗的一个想法。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一张啊是皇后牌哦，那这张皇后牌它是一大牌，它是一个大牌，它结合了水火风土四大元素皇后的能量集合在这边。那这张皇后牌啊，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她的小腹是隆起来的，她怀孕了，所以这一张牌呢，它也有代表着一个丰硕跟成熟的感觉哦。这个人他出现皇后牌的能量，代表说，其实他的内心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爱，非常非常多的希望，而且呢，他处理事情是游刃有余的。我觉得在某一方面而言，他可能是这一种在家庭中、在家族中，别人会去听从他、征询他意见的人，或者是在工作上、在事业上，或者是说在学习的这个专业上，别人会是去好像去请教他这种学长学姐的一个角色。然后啊，你看这个皇后，她其实是很轻松的，闭上眼睛。那他身体体内是有一个新的生命正在孕育成型，所以这个代表说，我觉得你们遇到的这个人啊，你跟他呀，会去建立真正属于你们的一个东西，一个实质上的一个东西哦。就算呢你没有参与这个过程，对方也会想要去努力，就是让你们的感情去留下一些什么。讲具体的来说呢，就是你们两个可能会共同抚养宠物，或者是说你们两个会拥有自己的一个家，或者说自己的一项事业，或是说你们共同的这种财产，而且会是越来越多的感觉。那有的朋友就是你们会孕育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后代哦。然后这一张牌让我感觉上，他在爱情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活力。你跟他在一起，其实可以感受到非常非常多的温暖。然后这里这张牌还有非常就是感官性的一个能量，就是创造性跟感官性。感官性我们指的就是性哦。好，我觉得这个人他的身体、他的性上面是非常非常吸引你的，就是你可以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有非常多美好的一个性的一个体验，你可以享受很多美好的事物。除了这种性身体上的交流，在这种感官上达到一个极致之外，也有可能指的是你们会去吃一些美食，或是说去各地游玩等等。因为这张牌又代表的是一个这种生活方方面面一个丰富的一个体验。就是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是非常鲜活、非常感性的，然后你会不断的被他这种新的这种更新的能量所影响，然后在你们两个碰撞的过程中，我觉得也会随着慢慢的了解彼此，对彼此的生命中感到一些改变。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这一组的感情真的是蛮浪漫的。好像因为这个人的出现啊，其实你生命中会有非常多不一样的变化，有很多的东西会让我有被充满的感觉。就是本来如果你的心是空的，或者是说是半满的话，这个人他其实可以补足你最后一个杯子，让你感到一个就是一个很完满、一个很雀跃的能量在里面。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下面的牌哦，对方的一个特质。好，一样也是这个侍者，宝剑侍者，也是侍者，金币侍者。好，圣杯的国王。好。
出现2张侍者牌哦。那我觉得这个人呢，好，宝剑侍者这一张牌，好，这一张牌给我感觉是这个人大家有看到他，就是这张牌他穿的是就是他披着一个黑色的这个长的围巾哦。我觉得这个人他在他的这个可以说是如果他的外形或是说他的衣着打扮上，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那如果这个想法不是体验在他的穿衣打扮上，我觉得就是他的脑袋，就是我觉得他是有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想法的。然后这个人可能就是一个特别就是看起来特别的，就是穿衣打扮非常有品味，或者是说我觉得他的这个肌肉线条，就是身体的流畅度，还有身体的这种体态是非常非常好看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哦。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蛮敏锐的人，但是这个敏锐并不是时时刻刻都，这个开关并不是时时刻刻都打开，就是有的时候他是这种比较放松的，但是我觉得他在关键时刻是可以去下很好判断的一个人哦，就是他在关键时刻上，其实他会想得很全面，会看得比较远。好，然后呢，这一张牌是金币的侍者，然后他正在看一本书，手中拿着一个金币哦。我觉得这个人他其实是蛮有一点这种书卷气息的嘛，就是他是喜欢学习的人哦，或是说他的工作、他的事业呢，就是需要不断的去充实新的技能。然后我觉得他其实在学习的时候，在专注投入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是非常迷人的，就是我觉得他认真的模样很迷人，很吸引人。然后就算是静静的不讲话，然后你去看着他专注的样子，可能在运动或者是说学习某一项技能，然后专注的工作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个东西会特别特别打动你，而且他的努力是可以换得实质上的回报的。然后我觉得这个人他蛮有自己的想法，就跟刚刚说的一样，他比较不会想要将他的时间浪费在生命中一些无谓的事情上，比如说浪费时间生气啊，或是说浪费时间跟一些不值得的人的相处哦。我觉得他的时间是就是他会想要用在他喜欢的人身上，跟他觉得值得的事情身上，可能是在专注他的事业，或者是学习，或者是跟他的亲朋好友，跟你就是跟他的爱人一起创造出一些美好的时光。那我觉得你们两个啊，比较偏。就是我觉得两个人的能量并不是说那种非常非常爱讲话，或者说非常非常外向哦。我觉得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也会有那种静静的时刻。这个静静的时刻不是说你们无话可讲，而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之间有一种默契在，就算不用讲什么，也是有那种心有灵犀的一个默契。而且我觉得，你们已经到了某一个就是领悟，这个领悟的阶段是说，你不用特别再去讲什么去讨好别人，因为如果别人会喜欢你，他自然会留下来。我觉得在这组牌中有给我这样子的能量，你们两个就算坐在一起，静静的不讲话也是可以的。他可能做他自己的事情，然后你可能也许他打电动，你看书，或者是说你追剧，然后他在做他的工作，也有可能哦。对，我觉得你们两个是可以在同一个空间内做不同的事情，也相处得很好的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哇，我们再来看到也是圣杯牌，圣杯的国王。好，我觉得这个人他会随着跟你就是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给你的感情绝对是越来越深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人他是非常重情重义的人，他是很惜情的人哦。他呢，就是随着他的人生的
经历，或者说他的年纪增长，看这是国王牌，我觉得他的魅力其实会越来越爆棚，就是年纪增长，其实也智慧增长，魅力增长，然后对他来说呢，我觉得他条件也不错，而且他是那一种好像随着年纪会有越来越多人想要去靠近他，然后喜欢他的人，但是他不是那一种见异思迁的人哦。虽然他的条件有越来越好，就是越来越棒的一个趋势，但我觉得他不会改变他最初的那个选择，就是说选择跟你们在一起。当然就是因为他本身有圣杯的特质，我觉得不能说完全就是整个就是恋爱结婚就是这样一辈子的过程，不能说他完完全全没有对别人心动。我觉得其实是人，就是很难，就是他可能也会有对别人心动的时刻，我觉得你们可能也会有，但是我觉得这个人非常聪明，他知道什么样子的感情才是真实的，因为有的时候这种心动是转瞬即逝的。他知道，他明白，他也能够去分辨，然后他会觉得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其实是你，是你陪伴在他身边，这个感情才是真实的、长久的，所以他不会让他生命中的一些小波动去影响他真正重要、真正想守护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人在感情上的思想也有越来越成熟，一开始可能就是这个好圣杯侍者比较浪漫满腔的爱情跟热情都给你，然后我觉得随着他就是年龄的增加，他有这种增广见闻的趋势，他认识的人也越来越多，然后也越来越多的人好像想要靠近他，可是我觉得他是会守护他的真心的，他的心不大会去变动改变，然后也有这种柳下惠的感觉，坐怀不乱，他是能够去控制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帮大家来看一下，对方眼中的你是什么样子？就是他眼中的你，看一下你们在他眼中什么样子的形象。好，评选 Independence， 好，两个人，好。在他眼中的你是什么样子的形象呢？首先呢，我觉得我觉得他眼中的你们呢，是一个稍稍容易想多，就是想比较多，比较容易紧张，特别是对于那些你们没有做过的事情，第一次去的场合，你们好像心中比较容易升起这个紧张感，对，好，然后这个紧张呢，有的朋友可能还会流手汗，然后我觉得这个紧张会让你们对世界稍稍有防备心，对，稍稍有。然后我觉得对方其实会想要去化解这种紧张感，如果你跟他在一起的话，他可能会透过一些玩笑，或者是讲一些开心的事情，让你去转移这个注意力。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在他眼中的你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如果有人侵犯到你的原则跟底线，其实是不会去退让的。也许在其他事情上你们是好说话的，可是我觉得一旦触碰到威胁到你重要的人事物的话，我觉得你们会非常非常去坚守，这个是他很欣赏你的地方，你们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好，这一张你的狼牌，然后坐在一个这个石头上，好像正在望着远方，他的眼睛有一点孤单的眼神在望着远方其实这个人呢，一开始看到你的时候他会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形象，就是他很喜欢，可是他也有点不了解说为什么你的眼中好像有一点点孤单的感觉，就是说在你的生命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有一点小小的难过，小小的忧郁然后他其实会很想要去让你重新相信一些，就是他想要让你看到一些新的希望，也许你经历过一些不好的人，
不好的事情，所以你对于这个世界的信任感会比较低。但是我觉得他好想要让你重新愿意去相信这个世界哦。他的眼中你们是有一点点孤单，然后又有一种这种很怎么说呢？你们的灵魂其实有一个桀骜不驯的特质哦。你们其实一方面也是喜欢自由的，我觉得你们有这种想要跟人家靠得很近很紧密，但是又有想要追寻自由的灵魂，有这样子冲突的能量在里面。当你一个人就是冲了很久，一个人在草原上好像奔跑了很久之后，也会想要找一个人可以好好的休息。对，我觉得他看到你们身上有这样子的能量。好，接下来就是一个家哦。他眼中的你啊，其实是一个，你看大家有看到乌鸦跟这个野狼，然后野狼是非常开心、非常放松的这样子翻肚的一个模样，然后再撒娇。我觉得他会觉得跟你在一起就像回到家一样哦。你好像是他的这种避风港，你好像是他的安全气囊，他是可以很放松的。然后他其实也很希望你呢，可以在他面前卸下所有的武装跟防备。好，当这只野狼在放松的时候，这只乌鸦其实有点在观察四周的情况，然后再帮他看一下有没有坏人。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是一个相互扶持的能量，就对方来说，他觉得感情就是这样子，两个人一起努力。当你在休息的时候，当你比较脆弱的时候，我来照顾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我来照顾我们的家。那当今天呢，我需要休息的时候，我需要去冲刺的时候，你呢就作为我的后盾。所以我觉得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互相帮助的一个能量哦，两个人要一起向前走，两个人要一起承担责任。然后我觉得这个人呢，就是在跟你相处的时候，他是愿意去担负责任的，他是愿意去分摊责任的。然后他会觉得说，当他多担当了一些责任的时候，其实可以让另外一个人的肩膀更轻松一点。这个也是他表达爱的一个方式。那他觉得你跟他其实是就是这个能量相处起来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会明白就是说自己来到这个人生中的意义是什么。也许他之前可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然后也就是循着某一个世俗的怎么说想法嘛，去完成一些事情，工作上的成就啊，或者是说学业上的成就等等的。然后他遇到你之后，我觉得他很多东西关于生命的意义，关于他为什么要存在在这边，他其实慢慢的会想通。好，就是他的人生方向，我觉得就确定了，因为他遇到你之后，他想要跟你有一个家庭，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对方眼中的你，什么样子的样子，就是什么样子的能量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安全感。那种娱乐就是玩乐的感觉。好，哇哦，这个就跟刚刚那张牌一样，其实他在你身边，他也可以感受到很安全的感觉哦，就是可以完完全全的信任对方，完完全全的放松，可以去说出心里真正想说的话，可以拿掉那些面具跟防备，是一个很安全很安心，知道就是不会互相的攻击，不会说我今天跟你说了心里话，然后下一次翻旧账的时候你就来攻击我，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你们两个是这个连结是很紧密，可以互相信任的，那个心是可以贴在一起的，心贴的心，这个能量给我很强这样子的能量哦。然后我觉得
它是一个，就是你们两个的组合啊，是一个可以让你们两个共同去成长的，然后也会让你们的人生有更多选择的。从这个安全的基础上，你们可以去发展非常非常多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个安全感啊，会让你们会想要去真正建立一个就是有法律上契约的关系，就是他呢会想要跟你从恋爱走到婚姻，然后真正的两个人定下来有一个家。他也觉得其实他希望你把他当做人生的最后一个男朋友女朋友，然后他也希望可以给你一个足够的安全感，像你好像可以被他的爱包围的感觉。我觉得他是会蛮细心的去看待体察你的一个情绪哦。然后这张牌给我非常多开心愉悦的感觉哦，一样刚刚说过，连接到那个皇后牌的感官系的体验跟创造，你们两个的在性上可以达到前所未有的体验跟前所未有的一个高潮，而且我觉得你们的这种频率啊，应该是蛮多的，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有关于性的这种体验，你们都会想要去尝试。好，就是这一张牌给我感觉就是非常的开心，然后我觉得你可以在他面前尽情的展露自己，你身体的姿态，还有对方的一个这种律动感，就是两个人都会非常的享受，如鱼得水哦。你们两个在性的能量上，在感官的体验上，都是互相的在吸引对方，然后互相的好像可以很自在的放松。这种性的能量是爆发出来的，蹦这样子的感觉哦，就是鱼从水中跳出来，这个活力是非常非常的强的，非常非常有感觉。你们的吸引力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好。然后接下来这张牌，大家看到吗？好，3双眼睛都在盯着你，目不转睛哦。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你，而且我觉得他是那一种会觉得哇，我有这个男朋友、女朋友，我有这个就是老公、老婆，是非常有面子的一件事情哦。他不吝于把你分享到他的这个社群媒体上，还有他不吝于把你带到，就他会想要把你带到他身边的这种跟朋友聚餐、跟家人聚餐，因为他觉得哇，你在我身边是一件超有面子的事情，因为他眼中的你就是他好想要就是一直看着你，你真的是非常非常吸引的他，用1双眼睛看还不够，要用3双眼睛一直看着你。好，就是从头到脚把你看透，就是看你的前面，看你的后面，看你的侧面。我觉得他真的好喜欢好喜欢你们，然后也就是他会想要把你介绍给他身边的人，跟他一起去参加他的家庭聚会，他的朋友的聚会，而且他也觉得别人也会非常非常喜欢你，也会觉得哇，你怎么这么厉害，可以就是找到这么样子一个好棒的男朋友女朋友的感觉。他在这段关系绝对是非常非常享受的，而且我觉得他也有一种对自己的一个自信，就是说如果你愿意跟他在一起的话，他也会觉得哇，他征服了你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哦，就是代表他自己很有能力可以去征服这样子的一个人。好，我觉得他呢非常的被你的魅力所吸引，很像是一把火。对，这个火真的很特别，而且我觉得你们在他的这个充满热情的眼神中啊，他的这个火其实也可以去烧掉一些你过往不好的回忆，就是他对你的热情，他对你的爱，好像可以让你跳脱出过去曾经伤害你的人事物，或是曾经把你束缚住、把你困住的那些人事物。我觉得他的这个热情的火焰，会让你对人生充满了很多新的期待跟新的希望。他带给你的这种感官性的体验，还有生活，真的会很大的不同。有的朋友这一组牌啊，我看到有远距的能量，有异国的能量，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在冲击、在碰撞的时候，会创造出很多异质的，还有就是不同元素组合的一个东西，是非常的，就是有期待、有想象空间的。好。
那我们接下来啊，来再帮大家抽一下你们这种相遇然后相处的一个情形哦。你们可能会是怎么样子的场合遇到呢？哦，飞出来的卡 ，Ace of Winter。So summer。好，那我们看一下这3张牌哦。那这边有出现 Conjure 这个魔术师的牌哦。魔术师呢，它是守护星座是水星，它代表的是一个风的元素，然后它有这种旅行啊、学习的意涵在里面哦。它是一个非常有自己想法，然后能够把各种资源串起来的一个人物牌。所以这一张牌呢，出现在这边，我会觉得你们相遇的场合可能是在某一次的旅行中，或者是说旅途中你认识的人他帮你介绍，或者是说在某一个学习的场合，可能是线上的课程、线下的课程、工作上相关的一个进修。然后啊，这边也有代表的这种就是演说、演讲的意思，所以我觉得也有可能你们是在某一个这种公开的，你去怎么说呢？你需要去演讲，你需要去表达一些事情，或者是说对方需要去做这种简报的场合认识的。那还有一种朋友，这个魔术师的能量，它有一个比较虚幻的这种变化，就是变化多端的感觉。有些朋友，我觉得你们是透过这种网际网络某一个线上的这种软体，或者是说你们线上的一个网页所认识的，然后在这种网站中啊，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人，然后因为某一个因缘际会跟巧合，你跟他展开了第一次对话，然后这种对话有一个让人觉得是非常意外也非常惊喜的感觉。然后魔术师出现在这边呢，我会觉得其实你们从开始怎么说呢？开始谈话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的吸引彼此，非常非常的吸引对方。你们两个有点像是都点亮了彼此的生命，就是都点亮了彼此的生命。他会非常期待再跟你多说一些话，再跟你多进行一些交流，好像多认识你一样。然后大家要注意一下，魔术师这一张牌的这个颜色的基调是黄色，给大家看一下。黄色它是一个非常就是代表光、代表照明、代表一个能源的能量。就是我觉得你跟他的这个碰撞，你跟他的相遇，你跟他连接之后，都会让两个人的运势更加的焕然一新，就是会变得更旺，有一种让我觉得容光焕发的感觉，就好像旧有的阴霾一扫而空。然后魔术师他的数字是1嘛，它代表了一个起初，它代表了一个开始，就是它是一个新事物的开端。所以这一组的牌你们一直都有这种全新的开始、全新的气象的感觉。那我觉得魔术师他也是一个，就是把虚幻的东西显化成具象实体的东西。也就是说，我觉得你们两个一开始的交流可能是这种比较心灵层次的，你们会谈论一些你们个人的想法、兴趣、喜好等等。接下来你们就会进入到实体的层次。如果是远距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会开始见面，然后具体的这种交流，然后有的朋友我看到你们就是有这种具体的肢体上的一个接触，肢体上的一个碰撞，对。然后魔术师的这个能量非常的强哦，它有一种结合，就是天地融合的一个这种气势，它可以将这种4大元素融合在一起，然后又主动的去向前进。所以我觉得你跟他相遇之后啊，其实你们两个的运势哦都会非常的顺畅，然后在这个当中啊，你们会有很多的点子产生哦，不管是在工作上，在事业上，你们会好像重新去拾起一些过去可能进行到一半的计划，然后你继续将它完成，然后继续去前进的感觉。这个是魔术师给我的这张牌的那个能量，就是你们相遇的这个能量是非常非常的强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
这2张牌大家要注意哦，你们的这3张牌大家看到都是1哦，这是这个 Ace of Winter， 这个是春天的1，这个是夏天的1，跟魔术师你们出现了3张1代表了一个兴奋感，就是接下来即将要展现你们的能量咯。这一张牌是冬天的1，然后冬天的1，冬天是一个大家要进入冬眠的时期，可是在这样子的冬天中，你们呢将要去展现你们新的一个能量。也就是说，我觉得你们2个相遇之后呢，会产生非常非常多的机会，因为你们2个在一起，可能他的身边、他的工作上、他的生活上出现了非常多的机会，然后这个机会它是需要被好好的把握的。然后这个1啊，它也有代表的是一个了解跟澄清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有些朋友你们对应到的这个人，他是一个旧人。这个旧人啊，好，在你们重新相遇之后，我觉得你们有一个重新被了解、重新和好、重新把话说开的一个能量。然后在这样子的，就是冬天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开始，当大家都在休息，当大家都在冬眠的时候，其实你们已经活络了起来。所以这张牌有一个掌握先机的感觉。你们这种恋爱的进展，可能就是在大家都还不知道的时候，就已经慢慢的就是走得很深了。就是有的朋友，如果你们是在工作的场合遇到，或者说在朋友所认识的，或是说你们在某一个这种线上的这种团体认识的，可能呢你们中间会有一些共同认识的网友或是朋友，在大家都还不知道的情况下，你们2个的感情有这种默默发展的一个趋势。好，这是这张牌给我的感觉。然后接下来呢，这个是夏天的1哦，真的是非常非常浪漫的一张牌。我觉得他跟你的相处其实是充满期待的，在这个荷花，在这个夏日的这种清风拂面的感觉，很漂亮，赏花。然后这边还有看到有一个这个酒哦，2瓶酒，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这种草席凉席哦，我觉得他好想要给你一个很悠闲的时光。也就是说，我觉得你们2个这种相遇之后，一定会有这种一起出去玩跟旅行的能量，或者是说一起去逛街，然后一起去爬山，一起去看风景，一起去看市集，然后看电影，然后游玩啊，好，开车出去玩等等都有可能。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有非常多好玩的这种娱乐的，然后很令人开心喜悦的能量，就是你会觉得啊，好期待，我又要跟他见面了，然后我又要跟他一起去哪里玩了。我觉得你们会因为计划这些开心的事情，然后整个心情上变得很愉悦，计划你们的下一次旅行、下一次约会、下一个要去哪里玩的这种开心的能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哦。而且我觉得你们2个会，因为这个是一个1嘛，共同创造出属于你们的第一次的一个回忆，就是2个人共同出国，或者是说共同一起过夜，或者说第一次见面等等，都是一个很值得珍惜的回忆。那如果你们是旧人的话，我也会觉得你们2个会一起到一个之前没有去过新的一个地方，就是有一个新的能量在这种旧的感情的连接当中会迸发。好，那大家我再来帮你们抽一下时间卡，看一下关于这段感情一个重要的时间是什么。来帮大家看一下这个时间卡。好，好，那我们这边看到的第一张牌是星期4，你们抽到的2张都是纯数字牌，跟前2组抽到的这个星座的这个时间比较不一样哦。那第一张牌星期4，这个4啊，代表的是一个，就是在这个西方在塔罗中，它代表的是4大元素。风火水土，所以它有一个4方具足、万事圆满的意思。所以我觉得你跟他其实相处的时候是
这个能量是很被祝福的。你们可能是在星期四，然后第一次见面，或者说你们第一次认识，或者说对方第一次牵起你的手，然后你们第一次许下什么承诺，就是我觉得星期四呢，可能是你们相遇或者是说感情进展的一个关键的时间点。然后接下来是9哦，那这边呢，9它代表的是某一个接近完成的一个状态。9它是个位数中最大的一个数字哦，它代表的是一个接受，所以我觉得你跟他在相处的过程中，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9天跟9个礼拜，也许你们认识了好9天之后决定要见面了，或是说你们两个好在网络上认识了9个礼拜之后决定要在一起了，那也许这个9呢代表说其实对方观察了你，在网络上观察了你大概9天，或者说9个礼拜之后，他才敢跟你跨出第一步，才敢接近你，或者是说他其实就是默默的看着你9个礼拜，然后发现哇，他喜欢了你，喜欢上你，所以这个9呢，可能是就是你们两个相处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以9为时间单位去做进展。那除了9天啊9个礼拜，也有可能有9个月，也许9个月之后哇，你们要互定终身了，或者是说9年，也许说你们从认识啊，然后到有了自己的一个房子需要9年之类的，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时间。最后啊，我要来帮大家抽出这个神谕卡，地球元素神谕卡，来看一下宇宙给你们的这种祝福跟指引哦。好，来看一下，我帮大家抽2张好了，这一组多帮大家抽1张。不知道，我觉得你们给我的能量就是非常的愉悦，你们两个相处在一起好开心哦。好，多看1张牌。好，这张牌胡。好，你们第一张牌是这个 cave 这个洞穴，然后它代表的是一个 protection， 它是一个保护的意思哦。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女人啊，然后她的这个下半身其实是一个这种圆形的地球，然后在这个地球上是充满绿，被这个绿地所覆盖的，长得非常多不同的形状高高低低的植物，然后这边呢中间是这个核心，这个内核，所以这张牌代表说你们两个的这个结合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事物本质的一个结合，它指的是说这个心灵交流非常重要，这个事物的内核很重要，因为你们给我的感觉是，当感情稳定下来之后，生活各方各面也会跟着稳定。如果当你在感情运势不好的时候，其实很容易被这个不好的人所拖累，而这张牌就代表说，我觉得你跟他是一个会去保护你内在内核的这个人他是会一个让你感到安全的人。然后我觉得这一组牌的朋友啊，其实看得出来你们是非常重视心灵交流的人，然后你们也会从这些交流的细节中感受到被爱的感觉。你可以从跟对方的交流跟互动中感受到对方的投入跟在乎，也就是说你们算是一个蛮敏感的人对方要能够去知道，要能够去体察，要能够去接住你的情绪，必须要让你在这些交流的细节中感受到支持。就是我觉得你们很敏感，就是一个眼神你都可以去明白对方对你的爱情的这个热度有多少他是敷衍的还是真诚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很聪明，对方的眼神跟互动是骗不了你们的。然后这一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它其实可以让你看到这边有非常多的蝴蝶，它可以让你的内在内核重新的更新。也许你们本来的内在是枯萎的，是这种黑暗的，是没有这种绿地的，你可能就是放了一把火，把自己的内心好像烧得一干二净，或是曾经有人放了一把火，把你的内心烧得一滴不剩，很可能你的内心是一个冰河时期。可是我觉得这个人的出现，他真的是重新的温暖了你的内在，你的内核，
它能够让你想要，好像有一种重新再来、重新出发哦。它可以让你由内而外的更新哦，就是我觉得你内在满足了之后，你的外在也会更加的容光焕发，充满了魅力，而且你身体中孕育出的这个能量是可以去滋养别人的。你看你们的就是这个生命力好强，可以长出这种各种不同各种各式各样的这种高高低低的不同的品种的树，然后还有这么多漂亮的蝴蝶在这个你们旁边飞舞，然后还有很美丽的星光哦，所以我觉得真的对方给你的爱是非常深的，你们可以感觉到，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可以给你去带来很多安全感的人，他是可以去让你觉得你跟他在这个关系，在这个感情中，两个人是对得上节拍、对得上频率的人。甚至我觉得，因为你跟他的这个结合，你们自己在生活上、在事业上也会有很大的更新跟翻转，这个能量是往上突破的。我觉得你们可能因为感情这个稳定下来，在工作上也更加的顺遂，然后或者是说你去因为他的支持找到了你的热爱，完成了你的梦想，你之前一直想要去体验的事情，可以跟他一起去体验。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真的是一个很契合的这种好像灵魂上的契合的感觉，灵魂伴侣。好，真的是心灵的这种交流，可以去活出一个好像你在认识他之前完全不一样的生命。这张牌真的非常的美。好，大家再感受一下这张牌的能量哦。那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一张牌，这张牌是指湖哦。大家仔细看一下，在这个风平浪静的这个湖面上，一座很漂亮的城堡，城堡背后是很美丽的风景。在这个湖面下有一个女生，她沉得非常的深哦，然后闭上眼睛就这样子，好像沉到海底哦。好，这张牌在说什么呢？我觉得过去啊，这一组牌的朋友，你们给我有一个能量的感觉，就是你们有时候会在外在强颜欢笑，但是你在内在其实是有很多心思，是很深层的，别人是不这么容易去轻易的理解你，你可能也不会。你可能也不会，你也找不到那个可以去掏心掏肺诉说你心事的人吧。所以我觉得你们有很多东西真的是自己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中哦，这个是内心的这个部分哦。那今天呢，你遇到的这个人，大家有看到这个湖水中是有阳光去照耀的，所以我们才可以看见正在下沉的这个女生哦。如果她这边是没有阳光的话，我们其实就是很暗啊，我们看不到这个水中是有这个女孩子正在下沉的。我觉得这个人哦，他有办法去接住你的这个情绪，他可以看到你在平静的表面上，平静的表面上在想什么。也许呢，你们这一组的朋友啊，在过往在交流的时候，你都是要在感情中好像去不断的努力跟对方做连接，然后也许你常常会觉得你的付出是理所当然，或者是说有一些朋友出现这个图像，我会觉得说你可能曾经在一个地下恋情，或者是说对方没有在公开场合承认你们关系的这个恋情，或者是说你在对方心中的这个优先顺序是比较低的，你们曾经经历过那样子的事情，我觉得那些事情某一方面真的是伤害了你，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啊，他其实是愿意去接住你，他是愿意去跟你做出承诺的人哦。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湖面上，它其实是一个很稳固的城堡，我觉得他是愿意跟你在关系中去迈向一些重要的这种承诺，比如说他承诺跟你稳定交往，或者说你们同居、你们订婚、你们结婚等等的，我觉得他会透过一些很清楚的里程碑，让你意识到说，其实他会想要将这个关系推展到下一个阶段。你可以去明白说，你是在对方的安全的城堡内去被保护的，或者是说你是跟对方站在同一个战线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你跟他的连接啊，会让你不用
去担心自己被伤害，你不用去将很多的心思去专注在保护你自己身上，你也不用花很多心思好像掏心掏肺的在维系这段感情。因为这一组的朋友，你们可能很多时候因为感情的一些经验，你会呢在爱情中有所保留，你可能曾经掏心掏肺过，就是曾经用真心来押宝，相信你可以跟这个人走到最后，可是最后还是输给了时间。但是这一张牌会让我觉得你们不会在感情中为自己留后路，就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也可以去放心的去爱，你们不用因为害怕而去留一个后路，或者是说再去认识其他人，以免说他跟我分手，或者是说他跟我结束甩掉之后我又剩下一个人，或者是说就是有的人会同时保持一些开放性的关系，可是我真的觉得你们的交流是非常深的，你一旦遇到了他之后，你们两个会对对方彼此做出一个很明确的承诺，就是你们一旦进入到这种明确的承诺跟稳定关系之后呢，其实我觉得你们会感受到一个很深层的保护感哦。这一张牌哦，这张牌出现在这边，我觉得宇宙要提醒你们的是，相信对方是一个可以去接住你的人哦。你们不用用逃避的方式来保护自己，也不用用逃避的方式来保护那种可能遭受的背叛跟抛弃哦。我觉得其实你们也可以在这段关系中，你们也是有能力去构筑这个城堡，而且我真的看见你们的关系的这个景色是风光明媚，而且这个还有一种异国风情的感觉。我觉得你们对刚刚说过，你们这一组有很多旅行的快乐的这种新事物的元素会在你跟他的交流碰撞中发生了，然后我觉得你跟他在一起情绪是可以被接住的，是可以去稳定的，你们可以去在这个实质上，这种实质的安全感上去长出很多开心的、快乐的、愉悦的、浪漫的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个交流双方对于关系的满意度都是蛮高的，它是可以提供你这种情绪上的一个价值，情绪上的一个安全感。你不用非常非常的煎熬的等待在这样子的关系中，我觉得你们是可以放松的舒展开来，这个是宇宙啊给你们的一个建议吧，你可以在这段关系中全然的信任、交付自己跟爱对方。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三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那希望今天的解牌对大家有帮助哦。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影片，请你帮我按赞、订阅或是留言哦。大家可以透过按赞的方式来领取这一组的好运。那就祝福选到第三组的朋友，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拜。